位将士们、子民们，今日举办封赏大典龙井关之战，我明军围杀箭奴6万5千余人，可谓是超级大捷。这些年来，我大明数次被箭奴战败，萨尔浒之战更是让数万将士埋骨沙场。此战我军围杀箭奴6万5千联军，算不算超级大捷？算。解不解气？痛不痛快？该不该庆贺？该。箭奴高层一半被我们围杀掉，诸位觉得应不应该举办封赏大典？应该。将士们在前线拼命保家卫国，数万将士战死，朕给他们举办一次封赏大典，不应该吗？应该。这几天民间非议颇多，大多是说朕给将士们包了几座酒楼，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太过于奢侈浪费了。朕想问问，他们舍生忘死、抛头颅洒热血，说不定下一场战争就战死沙场，难道不该享受一下？谁若是心里不平衡，那就上战场拼一次；如果不敢，那就闭嘴。封赏第一项，赏银和抚恤银。在龙井关时、蓟镇、山海关等地的赏银都给了，北京城这边的还没有给，现在是兑现承诺的时候了，将银子送进来。好多银子呀！只要有一车，这辈子吃喝不愁了。贪心了不是？买个10来亩上田，能一家吃饱饭就行了，不需要白养。老汉当年也上过战场，别说赏银了，能吃饱就不错了。哎，人比人没法比呀。陛下真大气，这至少有100万两银子吧？实话告诉诸位，据兵部统计，此战中最高的一位将士拿了1400余两白银，拿到500两的也差不多有100余人，百两赏银的至少有1000余人。诸位想不想拿银子？想。很简单，上战场杀敌，你就能获得赏赐，杀得越多，获得越多。但能上战场的前提是，你要符合各军招兵的标准，经过训练比武后才有资格上战场。这种人只要战场就有收获，赏银、封爵、拜将，应有尽有。过段时间各军会招兵，有能力想发财的就来吧。封赏大典第2项，赏赐在此战中英勇的军士，他们英勇拼搏，舍生忘死。此类军士共计88人。勇士营磐石营第800户第6小骑徐一真，遵化城守军第6000户第300户第9小骑孙超。三娃子，鉴于他们的英勇表现，朝廷将授予龙虎奖章，并奖励白银100两，荣誉文书1份，请军纪监察部李邦华挂奖章。威武！龙虎奖章通气重3两，其中黄铜2两9钱，黄金1钱。封赏大典之后，他们所在地的知县会亲自带着武士队，将龙虎功臣之家的牌匾送到他们家中，同时他们的功绩也将写入县志。诸位将士们，龙虎奖章只是对你们龙井关之战的奖励，是结束也是开始。希望你们再接再厉，获得更高的荣誉奖章，诸如四海、山海奖章。都回去吧。是。第2项授予的是四海奖章，共计36人。三屯营第3游击第900户第1小骑赵明，宣府镇张家口堡第300户小骑张献忠。董家。宣府镇张家口堡第300户小骑张献忠。董家。张献忠，不得无礼。袁管家。安静接受封赏，不得无礼。末将遵命。这混小子竟然叫东家和袁管家，怪不得这么混，以后得注意点了。史书上能够留下名字的，哪有简单之辈？张献忠的小骑砍杀33名箭奴，而他一人就砍了12人，还顺手救了10余枚将士。这支小骑竟然没有一人折损，简直是奇迹。四海奖章，赏银200两。
荣誉牌匾将由知府送到家中，光荣事迹写入府志。山河奖章共计18人，赏银500两。好样的！陛下，龙虎、四海山河奖章均已颁发完毕，请陛下示下。大明日报上列了5个等级，如今只颁了3个，莫非那2个要灭上几个国家才能获得？星辰奖章呢？星辰勋章共7人，第1人，锦衣卫指挥使李若莲。战场之外，决定战场上胜负的因素有2点：一是情报，2是后勤。第2人，遵化城参将孙祖寿抓内奸、烧贱奴、追捕贱奴断后起兵，极大地削弱了贱奴的锐气，击杀贱奴近万人。遵化守军11200人，战死10966人，剩余234人。第3人，勇士营指挥使曹变交，2000余人全歼多尔衮5000精锐，破汉儿庄城，抓大汉奸范文成，死守龙井关，为大军合围争取时间。此战勇士营战死1000余人，击杀贱奴近万人。第4人，忠贞侯秦良玉。第5人，白干兵副将秦拱明。第6人，第7人。怎么都是武将，没有普通军士？傻了吧？你听听这战绩就知道，都是扭转战争卷。普通军士能对战局产生影响吗？话不能这么说，凭什么普通军士的拼死搏杀来成就他们？诸位，奖章不仅是荣誉和银子的奖励，还有奖章背后的价值。朕要成立一座讲武堂，顾名思义，就是讲授武官所需的地方。例如，以后所有武将晋升，都需要学习并且通过考核达到标准后才能晋升，达不到标准，即便有再大战功也不能晋升。而所有获得奖章的人，都可以有一次进入讲武堂学习的机会。陛下，您这意思是不是获得奖章的普通军士都可能晋升为武官？没错，这才是奖章最大的价值。而且他们解甲归田之后会被特殊照顾，例如后悔没有加入了，如今标准提高了，哎，一步错，步步错。后悔什么？后悔没死在战场上吗？死在战场也好啊，3年的军饷加上丧葬费，够买5、6亩上田了，再加上每个月领取的粮食，父母他们都不用愁了啊！好心痛呀！成为当朝第6、5位国公的机会被我放弃了。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怎么没用？陛下，现在参军还来得及吗？当然来得及。贱奴还没有横推，蒙古诸部还没有打得臣服，立功的机会很多。但是朕刚刚说了，招兵上战场都有标准，所以能不能拿到奖章，取决于你们自己。这意思，想去参军还得看看我们有没有资格。废话，吃饱穿暖还有军饷赏银拿，你以为是能投机取巧的吗？封赏大典接下来进行的是封的环节，因封市长较多，现场只封5品以上官职，5品以下由兵部下发晋升公文。5品晋升：遵化城千主高明、洪桃，山海关千捕谭瑶，晋升为守备。3品晋升21人。白干兵指挥佥事，信武将军秦作明晋升为指挥同知，加封定远将军。宣府游击将军陈兴才晋升为指挥同知。2品晋升，赵光瑞晋升为副总兵，坐镇建昌营。秦拱明晋升副总兵，加都督佥事，挂定国将军印。孙祖寿晋升蓟镇总兵，加左军都督佥事，挂龙虎将军印，坐镇三屯营，统辖蓟镇防线。忠贞侯秦良玉晋升为左都督，加建威将军，赐蟒袍，加俸1000担。中极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袁可立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崇祯元年7月，建奴联军破关，特进荣禄大夫赐蟒服，加俸1000担。因其子孙1人进军9位指挥同知，加太子太傅。臣叩谢陛下天恩，吾皇万岁万岁万岁！福原爱卿起来，王承恩继续宣读。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崇祯元年7月，特进荣禄大夫，赐蟒服，
加奉千担，配享太庙。后世皇帝不得因其子孙犯错移除太庙。钦此。臣叩谢陛下天恩，吾皇万岁万万岁！孙爱卿，起来吧，此等荣誉，你配得上。诸位，此次封赏1000人之多，可以说是大明开国除太祖以来的盛举。诸位高兴吗？高兴！但朕高兴不起来，因为这场大胜是用10余万将士的生命和累累白苦换来的，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范文成、孔兴谢、朱纯臣、朱国义、贾维奥、马思公等人。将他们带上来！他们中有你们熟悉的，也有没听过的，还有很多武将，诸如汉儿庄城守将李丰泽、潘家口守备金有光等，主动剃发出城启降，简直将巨士的脸给丢尽了。对于叛国贼，朕是零容忍。朕宣布，范文成、孔兴谢、贾维奥、马思公凌迟处死，朱国彦等人斩立决，抄没家产男眷斩立决，女变流放3000里，预赦不赦。行刑！陛下，草民听说孔兴谢是要衍圣公孔印直亲自动手，怎么现在换人了？计划赶不上变化。前2日孔印直夜里梦游，从床上摔下来了，双臂骨折，现在在家养伤呢。去他娘的！梦游能摔断双臂？狠人呀，连自己的双臂都能打断。哎，你们别说，这还真是个好办法。陛下心不够狠，将孔印直抬到现场来，把刀绑在他的手上，让行刑手拿着他的手去凌迟。行刑！诸位，本次封赏大典到此结束，得到奖励的将士们可以高兴欢呼，但要戒骄戒躁，没有获得的也不要气馁，在不久的将来还要马踏剑奴，打服蒙古，建功立业的机会还有很多。今日刚好是中秋，将士们无法和家人们团聚，那朕今天就和将士们一同赏月，请诸位将士们吃月饼。今日将士们的酒肉管够，诸位乡亲们，朕今日就不留大家了，都散了吧。从刚刚百姓和将士们的表现看，新的军功制已经达到预期效果，但想要长久运行，必须要保持客观、公正以及监察部门监察。后续奖章评定由军纪监察部记录初审，督察院核对，锦衣卫负责对可疑点抽查再审。此事袁爱卿牵头，负责制定，朕批阅后传到9边。臣遵旨。好了，先这样吧。诸位到外面带朕慰问一下将士们。诸位，这一杯，朕敬战死的将士们，没有他们的付出，就没有我们现在的时刻。这第2碗，朕敬诸位将士们，你们英勇作战，玩命拼杀，才将贱奴围杀，取得大捷。这第3碗，敬天地8方神明，希望大明越来越好，为大明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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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办，皇后在哪里？回陛下，皇后娘娘请了几位为贵妃娘娘、义安皇后等去了西苑，说是今年的海棠花和玉簪花开得极好，正好赏花赏月。那朕也去凑个热闹吧。皇爷，这是朕让各府派人来京城现做的月饼，你们尝尝，是不是家乡的味道？谢陛下。爷爷，这是陛下差人送来的月饼。老爷，袁崇焕来了。袁崇焕，他这个时候来做什么？请他进来，大门不要关。老师，我想辞官了。想死你就辞！你是不是觉得你是蓟辽都师，面对贱奴你是权威，这种大事你必须要知情？你是不是觉得此战你们辽东没有参与，皇帝不信任你？
你是不是觉得此次封赏没有你们，你心里不甘？袁素，宁远传着你和贱奴有勾结，陛下并没有相信。可陛下严令不许卖粮给喀拉刹，你倒好，竟在朝堂再三反对。可事实呢？单凭这件事情，砍了你都不为过。你觉得没有封赏对你们不公平？那以前大战战死的人封赏了吗？对他们就公平了？再说了，陛下决定的事情，凭什么就一定要让你知道？袁素，之前你因不满魏党侵占功劳辞官，这次不满封赏又辞官，你要做什么？威胁陛下吗？你若在此时辞官，以皇帝的性格，你今生都不会被重新启用。大明已经恢复生机，马踏贱奴只是早晚的问题，而镇守辽东也不是非你不可。现在宣布有满贵，大同有黑云龙，偏关有朱同盟，西安有洪承畴，蓟镇有孙祖寿，还有忠贞侯秦良玉，英国公张维贤，晋军孙传庭，藤乡四卫勇士营天雄军，每一个都很能打。你想想蒋武营的性质就知道了。陛下这是要网罗天下的将才，你觉得还会缺一个你吗？你即便军法天赋再过人，你觉得你和袁阁老相比怎么样？你再想想，辽东军事真的有陛下手中掌控的力量强吗？行了，该说的不该说的老夫都说了，你自己思考吧。你来我这儿的事儿也肯定传到陛下那里了，你好自为之。来人，送客。袁都师，请。老师，我想知道，此次贱奴入关是不是陛下在幕后推动的？是又如何？不是又能如何？贱奴破关后，老夫才被安排提断后勤。老师保重。人心难测呀。奉天承运皇帝制曰：贱奴联军绕道蒙古攻击大明，袁崇焕身为辽东大帅，宁远负有失察之责。此战贱奴伤亡惨重，3年内辽东无战时，着撤去蓟辽都市之职，调任辽东经略。钦此。臣叩谢陛下圣恩。袁爱卿，贱奴虽然损失了一些兵马，但并没有伤及元气。辽东接下来的任务是戒备、练兵，严防贱奴偷袭。辽东有什么需求，上奏书即可。臣遵旨。诸位爱卿，可还有事上奏？陛下，臣有事启奏。臣代儿媳张凤仪辞去石柱营参将之职。这些年，凤仪一直随臣征战，凤仪身体多有损伤，请陛下允许。秦爱卿，张凤仪熟读兵书史籍，征战沙场多年，解甲归田可惜了。讲武堂也快完工了，朕以为张凤仪可以去讲武堂担任监正的职务，既能让她在家休养，又能发挥所长。秦爱卿以为如何？陛下，陛下，臣以为不可。臣不是针对张参将，讲武堂乃国之重器，强军根本，让女子进入，恐怕惹将士们生疑，礼法不符。陛下，臣以为刘尚书所言极是，监院乃是文官品阶，这岂不是告诉世人，女子可以出任官员吗？女将这自古不少见，但入朝为官的，除了武则天时期就没有了，这个头开不得。这个头开不得。几位大人，此言差矣。太祖时就设立了6上局，掌宫廷供奉。既然女子可入宫为官，为何不能入讲武堂为官？臣以为张凤仪担任监正是最合适不过了。张凤仪之父张轩是万历年间进士，天启元年，袁应泰无能，丧失辽东等地，张轩被俘，宁死不屈。张凤仪乃是忠良之后，目前情况看，张凤仪最适合。如果诸位觉得不合适，那就推选一位。来人，传旨。张军中军体国赠兵部尚书，谥号文忠，其妻子2品诰命夫人。此事就这么定了，张凤仪即刻上任。诸位爱卿，讲武堂还缺少一位主管具体事务的副院长，诸位爱卿有没有推荐的？学生毛元仪见过孙阁老。芷生，什么时候到的？孙阁老，晚辈早上刚到，陛下刚召见了我。已经见过了。芷生，老夫给你介绍，这位是臣等参见陛下。诸位免礼，都坐吧。最近朕参考了武备制，
确定了讲武堂的科目，朕说说，诸位有什么想法就提。讲武堂设置马、步、炮、弓、水、轴、术7个兵科。工兵科就是工程，例如筑城、安营扎寨、地形交通等；水兵科就是水师的训练，包括战船构造、使用等；轴兵科就是辎重或者说是后勤调度；术兵科就是战术，是对前5大兵科理论的实践，知行合一。陛下，除术兵科外，其余6大兵科是都要学习，还是只选择一个兵科？这点朕也在考虑。毛元爷，你的看法呢？陛下，草民以为我们要确定最终的培养目标，任何一支超过10000人的军队，都会有骑兵、步兵、炮兵等这些兵种在统帅的指挥下调动。如此一来，就要求统帅懂5大兵科，而单独的军种只需在千户的指挥下行动。所以千户只要将单独兵科研究到极致，发挥出极致战力，这就够了。至于说选修其他兵科，那就看自己的规划了，是做一个千户还是做一个总兵。看来朕没有选错人。朕认为少年班就专修1门兵科，辅修1门兵科，其他的兵科就看自己能力，可以申请考核，达到出师的标准记入个人档案，以后晋升也算履历。至于出师标准，陛下，年初的5科选拔采用了评分制，讲武堂也可以借鉴，每门课程满分100分，考核分理论和实操2部分，至于比例可以再商讨。总分的9×5作为出师标准，单门课程不得低于8成半。毛志生，如果总分低于9×5怎么办？我是这么设想的：3成段科低于8×5，总分在9×5，重修3门段科；4成段科低于8×5，重修1年，重修考不过直接开除。狠，真狠呐！4年只学1科都考不过，只能说没用心。进入讲武堂学习是何等的幸运，出师最低都是7品5官，这种机会都不珍惜，还能怪谁？说得好，讲武堂是大明武将培养的摇篮，是大明的最高军事研究院，要求必须要严格。毛元义，你很不错。王承恩，传旨。奉天承运皇帝制曰：自古帝王平定天下，世赖师武臣立，今武将特成立讲武堂。授毛元仪为讲武堂副院长，制3品，另赐3进府邸1座，白银500两，用于安身之用。钦此。臣叩谢陛下天恩。毛大人恭喜了，这是实至名归。陛下，毛大人是副院长，那院长是谁？朕。皇帝亲自担任院长，那就是天子门生了。如果以后大明所有武将都出自讲武团，那么皇帝就牢牢地掌控了武将，武将在手，足以面对任何困难了。讲武堂下设副院长1人，监正1人。监正朕给你找好了，乃是忠贞侯的儿媳妇马祥林的妻子张凤仪，她会配合你的工作。臣明白，有张将军坐镇，臣更容易放开手脚。毛爱卿，朕议定明年百官开印后正式启用讲武堂。在这之前，你有几件事情要做：第一，拟定5大兵科的教授内容；第二，编写教材，少年班4年课程；第三，制定讲武堂的院规院纪；第四，寻找合适的博士助教执讲等，不限于官员，只要有能力，哪怕是工匠都行，要不拘一格降人才。臣遵旨，臣定不负陛下重托。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凡是进入讲武堂的学生，吃穿住都由讲武堂负责，每月1两银子军饷。如果出师不愿意去军中或者中途离开了，劳3年，10倍退还。其次，从入院的那一刻开始算军龄。学习发银子，算军龄，这简直是降维打击。大明必将迎来武力盛世。诸位，讲武堂的事情就到这里。毛爱卿，讲武堂朕就交给你了，放手去做吧。臣必不负陛下重托。好了，诸位此次归建后，全力整顿和练兵，尤其是宣府。宣府要应对察哈尔，要全力备战。陛下要攻打察哈尔。唉，远水解不了近渴啊。现在的大明依旧是天灾不断，陕西延安府、巩城府大旱、杭州海啸等等，粮食的储存和转运是个大问题。不仅为了打仗，更为了救灾。蒸汽机需要研究了。王征的书中记载了火船自去、火雷自轰、风轮转动、风车行远，有这些基础，技术上应该可行。但蒸汽机弄出来，官道也要修，还要大量挖煤、研究水泥铺路等等，都是技术活，困难重重啊！但必须得提上日程，能早一天是一天。
整气机是工业基础，有了整气机就能搞简易机床，开矿也有促进作用。大阪传李若莲来见朕。奴婢遵旨。李爱卿，立刻派人去西安接王征回来，顺便调查一下陕西境内各府秋收和赋税情况，尤其是去年大旱的地区，看看有没有搞小动作的。臣遵旨。陛下，锦衣卫整顿后差不多有8000人，但除去2个千户的侍卫仪仗外，东西镇抚司是负责大明之外的情报。大明境内只有4000余人，有些力不从心了。臣恳请陛下允许臣再扩招2000人，朕再给5个迁务所的名额。但你要记住，宁缺毋滥，忠诚是第一位的，而且要加强训练和考核。平时负责监察天下，但战时也要能拉出来上战场。臣明白。哦，对了，绍兴倭寇的事情有眉目了吗？暂时还没有。去江南找找那些富商的麻烦，找一些名声恶劣的富商，暗中查一查，证据确凿的直接抄家，有枣没枣的先打2杆子试试。臣明白。去忙吧，核查秋收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不对，把信息传递给遗漏了。通信、卫星、网络这些顶尖产物做不了，但有线电报可以尝试。电流间隔、字母数字编码、电信号转换、电报机、铜线、电流。去特粮的太烧脑了，还得先解决发电问题，然后才是电报机、导线编码等等。唉，为什么没好好学习呢？得了，还是先搞蒸汽机，先动起来，启发民智，提供了科研环境，朕相信你们不会让朕失望的。大明有了喘息之机，广积粮，搞银子，商业税暂时难搞呀。还地于民的费用倒是能缓解一下。皇爷，您醒了，曹指挥使已经在外面候着了。让他进来吧。参见陛下。勇士营现在多少人？休整好了吗？回陛下，勇士营近3000人，其中老兵1800多，新兵1000余人，随时准备出击。好，朕得到情报，察哈尔在草原大肆攻击其他部落，你带人去玩玩，趁机消灭一些。记住，要灵活运用朕给你的16字战术。臣遵旨。慈运啊，别调皮，快点出来帮帮朕。8万。陛下，河南道监察御史上报，福王私出洛阳，一路上大张旗鼓，看路线是直奔北京城。如此胆大妄为，若不加以严惩，其他藩王恐会效仿。此事朕已经知道了。诸位爱卿，这次大战，朕去了战场，感触很多。医学研究院的事情也该提上日程了。朕问你们几个问题：第一，大明5岁以下儿童的夭折率是多少？第二，大明百姓能不能看得上病？第三，行军打仗，除交战外，其余哪一种的死亡最高？第四，我大明开国以来发生了多少次瘟疫？这几个问题，有谁能回答朕？陛下，恕臣等愚钝，第一个问题臣无法回答，但第2、3、第4个问题臣倒是知道一些。那行，朕告诉你们，第一个问题的死亡率达到了2成半。孙爱卿先说说后面3个问题吧。百姓能看到病，但看不好也看不起，郎中水平参差不齐，有些黑心郎中江湖游医，骗财骗物。第3个问题，除了直接战死的，就是伤口感染，减员最多。第4个问题，我大明一朝平均2年就有1次瘟疫，各类瘟疫高达200-300次。好了，朕为什么要成立医学院？医学院的成立集众家之长，提高治病救人的机会，例如提升孩童的存活机会，研制效果好的创伤药、止血药，还有针对各种瘟疫的研究，找到治疗方法等。朕为什么要成立医学院？医学院的成立集众家之长，提高治病救人的机会，例如提升孩童的存活机会，研制效果好的创伤药、止血药，还有针对各种瘟疫的研究，找到治疗方法等。其次，朕要将中医发扬光大，走向全世界，占据世界的医疗之巅。
臣代天下苍生，代我大明百姓拜谢陛下天恩。都起来吧，其他人退朝回归本职，内阁随朕去见一见请到京城的医道大家们。这是什么情况？陛下，这些都是名医，他们被认出来后都是慕名来求医的。从侧门进去吧。臣张介宾参见陛下，请陛下恕臣无状。诸位继续忙吧，不用多礼。陛下，这位是张介宾，字惠卿，号景岳，因善用熟地黄，人称张熟地，壮岁从容，参军幕府，对辽东一带可谓熟悉之极。太昌元年离开军伍，解甲归田，潜心于医道，被人们奉为仲景，东远再生。些许威名不值一提。至于说离开军伍，主要是数年戎马生涯无所成就，功名壮志消磨殆尽，亲老家贫之下不得已归家，靠着家学不至于饿肚子。这么说，朕还得感谢辽东诸将啊！若不是他们有眼无珠，我大明怎会出一位医道大家？这是我大明百姓之福。陛下谬赞，臣愧不敢当。陛下，这位是吴有幸，字佑可，号淡斋，瘟疫学派开山鼻祖，著有《瘟疫论》。这位是李中子，对各种草药的药性了解，大明无出其左右。抗倭名将李府是他的曾祖。陛下，这位是秦昌宇，号广业山道人，擅长儿科。大书画家董其昌的6义徒中，秦昌宇是其中最小的一位。陛下，这位是陈实公，字玉仁，师从著名文学家、医学家李伦明老先生。陈老医师主张开户逐贼，使毒外出为第一，编著外科正宗。我知道中医源远流长，但从未认真了解过。这些医道大家中，内科、外科、儿科、产妇科、传染科，草药每一科都有。尤其是陈实公，这不是妥妥的外科手术吗？朕请诸位来北京城，主要是有一些想法，想和诸位聊聊。张爱卿，你清楚军中之事，你告诉朕，大战之后军事伤残死亡有多高？如果是大战，夏天一半，冬天3成。原因呢？基本都是感染致死，主要是军中随军大夫不够，缺少止血消炎的药材，环境恶劣，主帅不重视等等。虽有这些原因，但不齐全。朕以为，还是缺少一种能大面积减少感染的药材，或者说手段。诸位，朕邀请诸位来京，是要成立一座医道研究院，朕称之为中医研究院，集天下名医之力，解决医学上的难题，造福大明百姓。朕希望以后华夏子民能病能所医，医能治好。这中医研究院就是我大明百姓生存的底气所在。诸位，朕诚挚地邀请诸位和朕和大明一起来完成这个看似不可能但又必须完成的梦想。陛下，臣愿意加入。诸位身为名医大家，为什么徒弟都名不见经传？首先，学习医道需要一定的文化功底；其次，学习时间比较长，还需要悟性，出师后也很难赚到大钱。但如果说这些问题中医研究院都能解决呢？诸位，以后所有的中医都要经过中医研究院的考核，拿到行医文书后才能行医，没有行医文书直接抓起来。诸位，中医研究院成立后，诸位可以从皇家藏书库内抄录一份。朕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诸位，皇家藏书库内有完整本的外台秘药、半部残缺的旁篇等。我等愿意加入，臣也愿与陛下共赴此事。陛下，草民愿尽绵薄之力。中医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张景岳，副院长吴又可、陈实公，院正李中子。中医研究院下设11科。外科、妇科、产资儿科、骨科、针灸、瘟疫、草药、五官、推拿、祝由等各科的首席博士自行推选，其余人皆为博士。江南会馆即日起改为岐黄园，作为你们的临时驻地。研究院的具体建制规划由你们拟定，计划做好后呈送东暖阁。臣领旨。臣等领旨。张爱卿，关于刚刚感染的问题，朕有一种配方。或许可以解决，死亡苍残至少能下降5到7成。什么？
陛下，当真有这种配方？陛下，可否让臣等一观？既然诸位想看，那就随朕走一趟吧。林清，酿酒工人是怎么确定酒的度、揉炼的？陛下有2种方法，一是看酒花，将酒兑水，由高处向下方倒入盆内，观察酒花大小、均匀程度，保持时间的长短；另一种则是用火烧，火熄后看盛在盅内的水分多少。诸位想必也考虑过用白酒来代替仓储，但效果不佳，是不是？白酒不是不能代替，只是烈性不够。清洗伤口的烈性酒，烈度低了没效果，高了容易对伤口造成2次的损伤。陛下，恕臣大不敬，这烈性的白酒真的可行吗？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林清，能做出75%到78%的烈性酒吗？回陛下，奴婢可以一试。那就做吧，朕在这里等着。诸位，这种用于清洗伤口的烈性白酒，既然是医用，那就叫医用酒精吧。哦，对了，诸位，其实不止酒能代替仓主，盐也可以。生理盐税调配方式，陛下大才，有了这些，我大明外科。大明的外科竟发展到了如此地步，外科手术有了系统的息肉摘除、气管缝合、肠痈剖腹产、肠吻合等，不仅是手术，更有一套很完整的理论和流程。唉，这些后事都没了。道光甚至直接下令禁止针灸，就特大谱。陛下已经做好了。陛下，烈度应该是达到75%了。好，林清，做得不错，赏银100两，参加酿造的每人赏1个月工钱。这个东西要严格保密。另外，谁若研究出更简单制取和测试白酒烈性的方法，银子、宅子、官职都能赏。奴婢谢陛下隆恩。陈爱卿，这几瓶就交给你了，你负责试验测试，有结果了立刻上报。臣明白。诸位，医用酒精和生理煎水的事情乃是机密，绝对不可外泄，违者按叛国罪论处。臣等明白。今日先到这里，3日后朕设宴招待诸位，都回去吧。陛下，要不要下一道诏书，将中医研究院的事情讲一讲，并邀请天下的名医医道世家加入？诏书？袁爱卿有什么考虑？陛下，所谓名医没有一个准确界限，有的大夫是一招鲜吃遍天，这是偏门，但也有研究价值。其次，医道世家底蕴深厚，历代先祖的笔记、心得、注释、藏书等，对中医研究院都是帮助。诸如针灸圣手高武、杨继周，妇科徐春富，儿科万密哉和万全3家，草药李时珍等，很多秘术都是家传，朝廷直接出手不太好，但诏书给他们压力，加上中医研究院的诱惑，众名医的游说。袁爱卿，诏书的事情交由你去起草，速度要快。但是等这医道世家想明白了，你可要背负骂名的。为了天下百姓，被点骂名又何妨？陕西的时候也不知道多少士绅富商骂过臣。陛下，刚刚锦衣卫传来消息，郑芝龙已经进入北京城了，让他在城内转转。未正时间，朕在东暖阁召见郑芝龙，臣遵旨。郑芝龙，朕乃一国之君，掌控大明亿万百姓命脉，朕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陛下，臣错了，误会了陛下，请陛下恕罪。算了，讲武堂成立了，朕本来让你夫人带着儿子来北京城接受最好的教育，为进入讲武堂做准备。毕竟扶桑只是一个探玩之地，哪里比得上我华夏数千年的文明？既然你不领情，那就算了，起来吧。进入讲武堂？陛下，臣错了，臣这就写信给夫人，让她立刻带着郑森回大明，请陛下再给臣一个机会。你确定不后悔？不后悔。好，既然回到大明，那朕就赐他一个名字，以后就叫郑成功吧。臣代犬子叩谢陛下赐名，这次回南安就修改族谱。起来吧，朕给你说说接下来你的发展重点。第一，在京城熟悉下最近朝廷的一些国策。第二，去兵部和工部找一找战船图纸，听一下毛渊云的建议。第三，回到南安后，立刻修建大型的水师基地和造船厂，朕会让工部配合你。第四，整理你去过海外诸国的信息，风土人情、地理环境、兵力等等。第五，
弄一些海外诸国的战船回来。朕听说东印度荷兰公司的战船不错，搞一些回来，供我们研究。郑爱卿，1年时间，朕的水师能直面倭寇和海外诸国的挑衅；3年时间，朕要海的绝对主宰权，能不能做到？臣定不负陛下重托。好，攻城之日，朕亲自为你庆功。陛下，戚家兄弟3人求见。戚家？哪个戚家？回陛下，是戚金的3个儿子，他们来进献戚少保的绩效新书和练兵实际，还有戚少保的兵法心得。好，传到东暖阁。另外，赶紧让郑芝龙回来。陛下，这是叔公亲手所述的兵书，以及对其他兵书的注解、心得，蓟镇防线的一些思考和构思，还有父亲行军打仗布阵的心得，全部进献给陛下。郑爱卿，这几本是戚继光与倭寇大战的记录，以及对倭寇的分析，你抄录一份带回去好好看看。臣遵旨，陛下。戚将军的绩效新书中有水战、水兵篇，练兵实践中有将帅的选拔培养、应具备的条件的处练通论、将官到任宝剑和登坛口授等篇章，可否容臣也抄录一份？2本兵书事关重大，朕会安排人给你抄录一份，等你回去的时候给你。戚爱卿，除了进献兵书，你们可还有其他的事情？陛下，自父亲战死后，草民时刻揣摩叔公和父亲留下的兵书，自认为掌握了部分精髓。草民兄弟3人想重入军伍，杀敌报国，请陛下允许。好，你们兄弟3人有报国之心，朕心甚慰。朕想在福州设立水师陆战队，你们若是愿意，可以试一试。水师陆战，诸位，水师陆战总兵统领沿海海防卫所，主要负责海战的登陆战，同时担任海防任务。他们将配备专门登陆装备，进行专业的训练，达到2机作战的能力。你们有合适的人选吗？于资刚，陛下，于资刚是名将于大优的儿子，跟随于将军横扫倭寇，既知道海战，又通陆战，且世居泉州，熟悉福建地理环境，加上他父亲的威望，无论是招兵统帅，都事半功倍。那请定他了。内阁拟旨调福建副总兵于慈高为水师陆战总兵，驻地毗邻南海水师舰队驻地，编称3卫5所。戚元公等3人为水师陆战游击将军，协助于慈高整顿海政卫所。其余将领的任用，你们不推，以忠诚和无派系为第一条件。水师事关我大明在南海的主动权以及对外贸易的底气所在，务必要重视。另外通知李邦华，军纪监察部进驻海水师舰队。草民谢陛下隆恩。臣明白。行了，没事都去忙吧。戚家3兄弟来的真是好时候，若不是他们，水师陆战队的事情可能还要拖一段时间。等把建奴和蒙古诸部平了，刚好进军海外。大办，通知李若莲，让杨青云去福建接手郑芝龙商队，再查一查附近海商，凡是不归顺的，抄家流放。另外，安排人将这些兵书抄录几份，不得私自外传。奴婢遵旨。李清兄，陛下眼光放得很远啊！听陛下的意思，以后要开海禁和对外征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早点准备是好事。陛下这个空手套合作共赢，我们可以借鉴，有些地方能省很多银子。这一次收获满满，陛下真乃千古一帝。如今的大明未来可期，我郑家少有数百年的辉煌。下次回来，我就是伯爵了。郑兄你来了，看你满面喜色，肯定是心想事成了。还行。外面聊什么呢？这么热闹。朝廷下了诏书，成立中医研究院，研究解决胎儿夭折、外伤感染、瘟疫等医道难题。整个京城的人都在议论。陛下总是站在百姓的角度思考。陛下乃当世圣君，那是解决胎儿夭折才是头等大事。要我说，医道就必须由朝廷重点把控，看看那些黑心药店、郎中还往哪里逃。胎儿夭折下降意味着人口增加，外伤感染降低意味着老兵存活和战力增强。大明虽地大物博，但已近2亿人，再增加能养活吗？可海外诸国还有大把的土地资源，难怪皇帝要组建水师陆战军和开海禁，原来已经做好了准备。这次赌对了，大有可为。
毕大人，陛下说您舟车劳顿，让你今天好好休息，明日陛下在东暖阁召见您。臣遵旨。臣毕自言参见陛下。毕爱卿，朕素闻你善于解决财务问题，如今太仓库虽然还有些银子，但无法长久，可有对策？陛下，这是臣近1年来思考所得，请陛下过目。陛下，这是臣亲自编订的赋议清册，目的是解决地方官侵吞赋税银两的问题。圣明之下无虚事，大明最佳财神爷果然是名不虚传。毕爱卿，这些内容你和内阁一起商讨，定下之后开始实施。臣遵旨。毕爱卿，说说此行情况。陛下，此行3件事：巡抚登来探查东江入朝密探。第一件事，臣接到命令后暗访明察，登来水师糜烂，大小战船不足100艘，仅有的1艘大型浮船伤痕累累，水师不足4000人，更有甚者伙同海防卫所商人走私，战船充当商船。第二件事，东江镇的兵力分布在皮岛及周边30余个岛屿，臣估算最多不超过3万人，而东江镇的兵籍黄册记录是15万人，空想之大骇人天文，但军事的战力都是精锐，绝不弱于辽东军事。其次，毛文龙结党营私，干儿子干孙子100余人，整个东江称之为毛文龙的私军更贴切。第三，毛文龙和朝鲜后金都有生意上的往来，建奴曾到皮岛劝说毛文龙，但毛文龙应该是拒绝了。陛下，这就是臣调查的东江镇的一些情况。毕爱卿，线报从何而来？刘星座。陛下，刘星座是开原人，流落建州女真，娶了代战之子萨哈陵的乳母之女为妻。天启3年，与元阁老密谋，说欲反正内燕，以报中国。但密谋事发，他弟弟刘行仁被处死，他降为参将。天启7年，他又被启用，随代擅征朝鲜。今年夏，他以诈死的方式逃到皮岛，藏在毛有节麾下。臣巡视时遇见，他私下告诉臣的，但此人绝不可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以现在调查的情况，你认为毛文龙会反叛吗？对大明的态度如何？陛下，毛文龙野心极重，反叛的可能性不大。皮岛面积不足3万亩，补给是致命的，在没解决补给之前，他只会拥兵自重。好了，毕爱卿，在拿下电奴之前，皮岛必须稳。东江的补给你来把控，不再受宁远审查。既要满足东江所需，又不能给他们储备的机会，其他的朕来处理。你休息几天，上任户部尚书。臣遵旨。若横推沈阳，建奴不敌，有3条路走：退回建州，苦寒之地不足以养活数十万人；西撤草原，林丹汉虎视眈眈，蒙古诸部见风使舵，死路一条；只有东撤朝鲜。这时候皮岛就是重中之重。大阪，传李若莲来见朕。李爱卿，锦衣卫在皮岛有多少人？回陛下，截止目前68人，大多是以难民身份进入，其中拉拢的小籍4人，总籍2人，百户1人。臣最近在策划拉拢几个签证守备，这事儿继续办。毛文龙的干儿子干孙子也不一定和毛文龙一条心，你重点查查，最好能拉拢一些。拉拢不了的，有恶行的，锦衣卫直接出面逮捕，押送回京。也算是敲山震虎。先拿耿仲眠、孔有德这2人开刀，证据确定后，请旨拿人，再接触下尚可喜，看看能不能为朝廷所用。臣明白。还有，皮岛有一个刘星座，具体的信息你去找毕爱卿了解，然后派人接触。高官厚禄许诺，但要谨慎一些。发现有不对的地方，可以先斩后奏。臣明白。陛下，今年秋收结束，各地税收共计3300万担，已全部入库，比去年多了500万担。好，陛下，此次秋收中，南直隶、广东等省在金花银上不配合，臣抓了一些闹事的士绅富商，请陛下示下。哼，金花银不配合，还真有不怕死的。朝廷下发诏令，即刻起，除非必须折算，一律只收粮食。这一次不配合的，富商加倍处罚，士绅直系子孙3年不得参加科举，这是第一次，就这么算了，再有下次直接砍了。另外，趁着秋收，继续收购士绅富商手中的存粮，他们卖多少，户部就买多少。臣遵旨。
陛下，今年陕西依旧干旱，但因去年挖了很多水库，加上种植的都是耐旱农作物，士绅富商因还地于民的压力降低佃宗。陕西虽然大旱，但百姓家中余粮反而比丰收时还多一些。陛下，臣恳请在整个大明各地修建水库，推广番薯、玉米等农作物。虽然这些不如小麦水稻管饱，但胜在产量高，和其他主食一起会减少主粮消耗。好，此事由户部和工部主导，告诉百姓们，水库必须要修建，士绅富商不愿意出力，就按照百姓工钱的100倍出资。还有黄河、运河、长江，要趁着冬季枯水期清淤加固大坝。朕再多说一句，水利工程是推动农业发展的基础，无论什么时间都要放在第一位。太仓库拨银200万两，内党100万两，用于今年的治河。银子到位，但若还修不好，那朕就把它埋到河里。房爱卿，吏部重新修订外查考满的标准，考满6试中增加水利工程、农业发展作为重点考核项，明年启动。臣遵旨。现在整个大明的存粮在4000万担左右，对大明近2亿百姓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按历史记载，今年是往后数十年中最平和的一年，后面不是大旱就是大涝，要么是蝗灾，必须做好应对，就怕未来有银子都买不到粮食。宗室、勋贵、江南、孔府、士绅、富商，最快的方式就是从他们手中抢劫粮食，尤其是宗室和勋贵。大班，福王到哪里了？回陛下，福王刚出张德城，距离京城还得1000把里路。丫的，这是准备到京城过年吗？1个多月只走了600-700里路，这些宗室没一个省油的灯，宗室难搞，那就先拿勋贵开刀，证据确凿，还有围杀贱奴时违抗军令的大罪，年前收拾了，还能过个肥年。大班，告诉李若莲，让英国公回来一趟，按照既定计划，经营那边可以收网了。臣张维贤参见陛下。英国公，山海关半年，你辛苦了。说说山海关和辽西那边的情况。陛下，臣清查半年，辽西空饷至少30%，且辽西诸将霸占了至少50%的军屯田地和贱奴做生意等。以祖大正为首的诸将拥兵自重。总的来说，辽西形成了利益集团，虽能阻挡贱奴，但不可不防。辽西的问题先养着，等朕平推了贱奴，一切都迎刃而解。英国公，攘外必先安内，等京城的事情处理完了，你还是要去山海关坐镇。臣明白。陛下，您召臣回宫是要开始整顿经营了吗？此事需要臣怎么做？你去经营坐镇，其他的交给朕，只是要委屈张之吉一段时间了。臣遵旨。陛下，你先去吧。李若莲已经开始动手了。京城又是一番腥风血雨。锦衣卫，这怎么可能？崇祯，你非要将我们往死里逼吗？哟，朱侯爷，你这是饭后遛弯呢？别废话，有没有接到锦衣卫给的册子？你也有？皇帝这是什么意思？不知道，走吧，去经营大营找其他人商量一下。咦，成义王、惠安王、宣城王、张武王怎么没来？是没接到册子？甭管他们，他们一直都不怎么合群，一群自命清高的东西。皇帝这是什么意思？向我们示威吗？为什么说是示威，而不是准备将我们一网打尽？蠢！真要是将我们一网打尽，锦衣卫在送册子的时候就应该将我们抓入诏狱。就是啊！你们说，皇帝是不是在敲山震虎？让我们主动去认罪？这不是脱裤子放屁，有罪证直接抓就是了。意义不一样，主动。够了，大家都说说该怎么应对。刀都架在脖子上了，那你说怎么办？好了，都不要吵了。
我们时间不多，诸位想想，陛下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了我们手中200多年的家产田地，毕竟打仗要银子，还地于民也要田地。很可能是为了我们手中的经营。这次围杀贱奴，不就是刻意针对我们吗？我们都已经妥协，皇帝真要赶尽杀绝吗？皇帝意图很明显，是主动找皇帝坦白，交出家产。交出家产，一家100余口人怎么活？你甘心交出去吗？那怎么办？总不能直接杀出去吧？也不是不行，反正我们在城外。对呀，要不去找英国公吧，请他出面为我们求情。找他有什么用？他已经彻底倒向皇帝了。我们这么多侯爵、伯爵的，加在一起的影响都没有他们4个公爵大。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要回去等死？镇远侯，你到哪里去？事已至此，逃跑抵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如主动点，留些尊严。我和你们不一样，我也就是贪污罪名，并无人命等其他恶迹。嘘，你是聪明人，既然选择了，那就走吧。是。英国公都秘密回来了，这就说明皇帝已经做好万全准备，说不定皇帝就等着他们主动出击。这样一来，直接以撕掉兵马、谋逆的罪名格杀掉，对群臣百姓都是一个交代。老顾，你来了，你们什么都别说，跪着吧。陛下，午门外，程义伯、刘孔昭、张武伯、杨重游、镇远侯顾兆济还在跪着呢。倒是有魄力，想跪就跪吧。明日朝会的事情安排的怎么样了？回陛下已安排妥当。行了，朕困了，明天再说。有事起奏，无事退朝。陛下，臣弹劾经营诸将，围杀贱奴之战，经营未按照预定时间到达龙井关，以致数万将士战死，围杀险些功亏一篑。臣恳请陛下严加审问经营众将。陛下，臣检举经营众将，经营空饷严重，黄泽12万人，臣多方好查，只有4万6千人，其中老弱病残1万余人，空饷近60%。陛下，臣检举经营诸将豢养私军，将士转变成家丁，人数高达2万人。陛下，臣弹劾经营诸将涉嫌战役、虚冒、卖咸、包操等事情。陛下，臣弹劾经营诸将强占经营军屯。陛下，臣弹劾经营诸将。朕给你们个解释的机会。臣等认罪。陛下，禁军都指挥使孙传庭求见。传。陛下，安远侯、林怀侯、新城伯、南河伯等7名伯胡爵带着家丁意图逃跑，被臣截住，已经就地格杀，首级已经带到午门外。朕知道了，你们不解释解释吗？陛下，臣等知错，请陛下看在臣先祖为大明。闭嘴！你们还有脸跟朕提你们先祖？你们祖上跟太祖、成祖东征西战，建立了大明，战功赫赫。可你们看看你们自己，朝廷给你们的俸禄不够多吗？给的赏赐不够吗？家里地窖的银子都生锈了吧？居然还贪赃枉法，把军士当成你们的家丁，为你们盖房修园子。才过了多少年，你们就成了你们先祖最恨的那类人。来人，将一众勋贵押入诏狱。刑部、督察院、大理寺3司会诊，军纪监察部负责核查，锦衣卫包围各自府邸，审查家眷，所有人一律处置，绝不姑息。陛下，臣有罪。陛下，你不能这么对我们。我们的爵位是太祖封赏，与国同修。陛下，臣愿捐出所有家产。陛下，臣知罪，臣愿辞去侯爵之位。朕再强调一遍，合法所得，你爱怎么花就怎么花。但要是敢触犯大明律，还被朕知道了，那就别怪朕大开杀戒了。退朝。他们昨晚叛逃，已被尽数斩杀。本国公奉劝诸位，静待陛下圣裁。当然，经营大门始终敞开，去留随意，但后果自负。爹，陛下会怎么处理这些勋贵？不知道。那会不会将勋贵们的这些家将都给砍了？不知道。那陛下会不会最后也对国公下手？不知道。那闭嘴！这是你能考虑的吗？就算是要对国公动手，我们就有反抗的力量了。
陛下年轻，杀伐果断，但并非无情之人。所有国策几乎都是站在百姓角度出发的，扶持皇帝上位，清理阉党，2次从龙之功。只要我们不作死，几没人能动我们。更重要的是，陛下有大雄心，未来会有更多的疆土纳入大明的范围，需要有人去治理。陛下不会，那以后的皇……子刚刚跟你说的话，你都当耳旁风是吧？滚蛋，去盯着那些人。就按你们判决的结果来吧，刊印在《大明日报》上。臣遵旨。皇帝还真是狠啊！19名侯爵，32名伯爵，共计51人，勋贵几乎被一网打尽了。这叫狠，都不是好东西，都该直接都砍了，抄没家产。话不能这么绝对，例如程义伯、宣城伯、张武伯口碑都还算不错。哼，这只是表面，背地里呢，还不是蛇鼠一窝。勋贵被干掉这么多，我们的机会来了，参军杀敌，你就是新的勋贵。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朕很失望。精英跟随成祖漠北草原击败北元骑兵，饮马瀚海，封狼居胥，也曾在中南半岛4次荡平交趾，更是参加了京都保卫战，延续大明国运。你们曾经是大明的利剑，可如今却是成为了藏污纳奏、养老送终、勋贵的后花园。凡是通过各种关系进入经营养老的，退回1年军饷，朕既往不咎。给你们1刻钟的时间，立刻离开大营。1刻钟后还滞留的，杀无赦。你们中勋贵的家将私兵，朕给你们3个选择：一是留在京营，接下来征讨贱奴，能活下来的继续留在军中效力；二是去边军前锋效力5年；三是去挖矿10年，10年期满还你们自由身。还有你们，在这种局势下都能保持本心，朕很欣慰。若不是你们，京营将不复存在。所以，朕决定所有千户以下的武将晋升1级，另外每人赏1年军饷。经营整顿扩编，预计缺少总旗100户、副千户数百人，机会给你们了，能不能往上看你们自己。都散了吧！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终于将勋贵解决了，朕终于体会到了太祖成祖的快乐。兵权在手，天下我有。这一次不仅清理了勋贵，减少了皇权的威胁，更是获得了无数家产。勋贵抄家产有多少？回陛下，查抄还在进行，家产比较多，而且古玩字画、田产、县银、店铺、庄园等，统计出来至少得半个多月的时间。不过田产和县银已经有了大致的数量，田地199398顷，县银是1226万5千余两，黄金22万7300两，平均才30万两。这些勋贵的风险管控意识很强吗？从现在的数据看，李自成在北京搜出7000万两白银，多半是谬传。而且现在是崇祯元年，他们在3、4年以后才开始疯狂捞钱。历史上的这个时候，那可真是人鬼都在秀，只有崇祯在挨揍。先清查田地，如果是在北方诸省的，立刻安排人租给当地的百姓，让当地官府配合。臣明白。皇爷，火器研究院院长徐光启带了2位火器大家在午门等候，想请陛下见一见。火器大家，快请。臣徐光苦草民焦裕参见陛下。陛下，焦耀和汤若和、陈天炬亦师亦友，深得欧洲火器技术，精通炼铸、机械、化学、力学、数学等方面的知识。陛下，伯爵今年19岁，屡试不第后又目睹官场黑暗，改学天文、数学和机械制造。臣敢保证，10年之内，他一定能成为大明最顶尖的火器大家。2位，欢迎加入火器研究院。一会儿你们向徐院长领100两银子作为安家费。另外，差不多中午了，赏御宴1桌，徐爱卿代朕招待2位。臣等谢过陛下，臣遵旨。伯爵，刚刚徐爱卿说你屡试不第，目睹官场黑暗，
具体是怎么回事？陛下，是这样的，草民在嘉兴县学。哼，此事朕会让锦衣卫去查，必定给你一个交代，你且安心。学生叩谢陛下。起来吧，徐爱卿。朕记得你刚刚提到陈天渠，此人是谁？陛下，陈天渠是搞光学研究的。光学？徐爱卿，你问问他，愿不愿意加入工业研究院？有什么条件都可以提。陛下，您想要光学方面的人才，不止陈天渠，还有童熙、于天书、西陵、高义上等，要不要一起？可以。搞研究的人才，无论是哪方面的，朕多多益善。臣明白，臣告退。李爱卿，安排人去查一查焦旭伯爵，另外再查一查伯爵在苏州府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看看能不能顺藤摸瓜，收拾一些江南的人。臣遵旨。这算是意外之喜，竟然是科场舞弊，正愁没有光明正大的理由去整顿江南呢。陛下，火铳的结构大致可以分为穹管、准星、罩门、火药池、扳机、穹床、穹托等7个部分，外加修整、组装火绳、推弹管。所以臣等将流水线分成11个主体部分工坊，外加2个杂器工坊。这是何物？陛下，这是钻床，是用于钻穹膛的，是用石墨做惯性轮，系上皮条后，人力拉动，带动钻头旋转。那岂不是可以直接钻出冲管了？是钻头硬度不够，还是钻床力度不够？陛下慧眼如炬，现在用的钻头和锉刀都是用垛子钢制作的，一天只能钻3厘米左右。采用苏钢可以解决，但价格是垛子钢的5、6倍，工部无力承担。火器的发展到瓶颈了，蒸汽机必须要做出来了。苏钢要大量生产，无缝钢管、膛线都需要这些。你们研究钻管的技术，苏钢的事情，朕让工部解决。这一条流水线一天能做多只火铳？回陛下，这条流水线总共200人，一天能做30、40柄，完全熟练后，预计能达到70、80柄。陛下，臣下一步准备虎墩炮、佛郎机、红银大炮的流水线，预计年前可以初步搭建完成。好，你们将生产线的流程、工艺注意事项做成规范手册，确保地方火器制作厂拿到手册就能生产。臣明。院长，出事了！院长，毕博士疯了！院长，出事了！院长，毕博士疯了！你在胡言乱语什么？毕博士不是在闭关研究吗？怎么会疯了？刚刚毕博士突然疯狂大笑，抱着一柄火铳又蹦又是跳的，状若疯狂。走吧，去看看就知道。陛下，您说的那种不用火绳发射的火铳，臣做出来了，请陛下过目。好，以后就叫碎发枪。毕爱卿，如果碎石坏了或者撞碎了怎么办？臣也考虑到了，为了方便取换碎石，碎石夹臣采用了螺丝转来固定。如果碎石坏了，可以拧动螺丝转更换碎石。走，去试验场试试。陛下，结果出来了。说，陛下，普通火药有效杀伤射程150米，颗粒化火药有效杀伤射程180到200米。使用定装药管后的发射速度从6吸提升到4吸一次，4吸一次，比火绳枪快了整整1倍。1万火铳手10段战法，这几乎就是无限火力。而且碎发枪没有火绳，夜袭时敌人根本发现不了火铳手的位置，夜战优势太大了。骑兵冲锋至少需要10到15吸，火绳枪能射1到2次，碎发枪3次甚至4次，一排1000人，多射2次就是多2万发铅弹。密集冲锋的骑兵根本扛不住。碎发枪提升发射速度，但精度依旧感人。提升精准度和增加射程的方法是膛线，但膛线还是需要蒸汽机。王爱卿啊，毕爱卿，
碎发枪能批量生产吗？成本怎么样？回陛下，除了激发方式，其他与火绳枪没有区别。至于说成本，比火绳枪高大概30%，但以碎发枪的射速，臣以为是可以接受了。好，毕爱卿，你果然没有让朕失望。臣不敢居头功，若不是陛下给臣的提示，臣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来。朕只是一个想法，该是你的功劳就是你的。毕爱卿，朕会让你的名字和碎发枪传遍整个大明。即刻起，毕茂康受光禄大夫，赏银10万两，北京城伯爵府一座，因3代内嫡系子孙千户1名，受日月勋章。剩下的朕再想想，等你给授勋章的时候一并再给。臣叩谢陛下天恩。诸位，地雷是怎么爆炸的？陛下，史料记载的触发方式有踏发、半发、拉发、点发、定时和钢轮发火等几种，但我们现在只有传统药线点火、踩踏钢轮摩擦点火、预留火灼踏破点火。诸位，你们说碎发枪的激发方式能不能用在地雷上？对呀，陛下所言极是。我们可以直接将碎发枪的激发装置直接放在地雷内部，或者我们可以从地雷中弄出一条引线，将引线放在碎发枪的火药池中，扳机处于待发状态，在扳机上绑着绳子，另一头放在远处，被敌人踩中带动扳机，点燃引线，引爆地雷。徐院长，这种方式的地雷能不能做出来？徐院长，这种地雷的出现能轻易左右一场战争的走向，您务必做出来。诸位爱卿，朕以为你们还没有体会到地雷的精髓。地雷可以分为单体地雷和地雷场2种。先说说单个地雷，可以做大一些，例如装50斤颗粒化火药、上千颗铅子、铁锂锂等，大范围的杀伤和肢残敌人；或者说可以做小一些，1斤装的，方便携带，例如放在门后、敌人尸体下面等。敌人开门或者清理尸体时，带动碎发装置炸死敌人。这只是提个建议，你们自行研究。这种朕称之为鬼雷。咱们再来说说雷场。所谓的雷场，就是多颗地雷散布在一个较大的区域，形成了一个雷场。例如100颗1斤装的地雷，每颗之间间隔3米，将所有碎发装置用绳子连接到一个引爆机关上，而引爆的机关放在雷场的正中间。当敌人踩到引爆装置的时候，你们想想会是什么场景？如果整个雷场站满了人，那整个雷场的人全部伤残死亡，因为100颗地雷爆炸威力会叠加数倍。陛下，臣今天上午说错了。以您对火器的设想，如果专心搞火器研究，伯爵都得靠边站。您绝对是世界第1人。臣今天上午说错了。以您对火器的设想，如果专心搞火器研究，伯爵都得靠边站。您绝对是世界第1人。好了，朕只是提意见。徐爱卿，你实话告诉朕，碎发装置的地雷，你们有没有把握做出来？陛下，臣等有70%把握在3个月内做出来。臣愿立军令状。好，朕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地雷的事情就先到这里。另外，朕准备在讲武堂建一座军器博物馆，里面放置研究出来的各种兵器的第一柄兵器和制作者名字，这对讲武堂的学生也是一个教育意义。臣等谢陛下隆恩。行了，徐爱卿，朕先回去了。记住朕的安排，抓紧时间，朕等你们的好消息。没想到朕有一天也能穿着貂了。收麦不收麦，10月见三白。一雪重重无踪，2雪来年大风。雪水化成河，粮食千万箩。雪满天，冰在田，烧煤煮酒庆丰年。希望这场雪下得大一些吧。皇爷，李若兰求见。暖手炉内木炭炙热，炉壁毫不烫手，还可以放在袖口之中，放在后室，妥妥的奢侈品。什么暖手宝、暖身贴，都是弟弟。陛下，臣有2件事情要禀报。李爱卿，说吧。陛下，勋贵查抄家产统计出来了，除去土地估值外，其余加在一起差不多5000万两，田地24万5300径，粮食等共计200余万担，珍稀古玩、玉器、字画等等合计近2万件，折合白银500万两。店铺、庄园、酒楼、茶楼等5000余处，折合3300余万两，
加上原有现银1500万两，总共近5500万两。又能过个肥年了。陛下，那些士绅富商挂靠的怎么处理？这帮混账，家产万贯，竟然还敢挂靠透税，简直是不知死活！挂靠田没收，追查10年赋税，10倍追缴。告诉他们，追缴朕只要粮食，朕给他们3个月时间准备，超过3个月直接抄家。陛下放心，臣保证将这些富商手中的粮食全部炸出来。陛下，第二件事情，父王最多3日就进京了。走了2个多月，终于来了吗？通知礼部和鸿胪寺在永定门迎接。另外，将成国公府收拾出来，暂时给福王住。至于他什么时候来见朕，随他。臣明白。陛下，据锦衣卫和东厂探查，京城最近来了很多其他势力的人，大概100余名，要不要臣秘密清理掉？暂时不用，但盯紧了，等朕的旨意。福王此刻进京，无非是表达善意，或者说给朕一个对藩王动手的理由。可问题是，朕该怎么处置这位亲叔叔？罢了，等福王进京后再说吧。大王，前面1里地就是永定门了。15年了，终于回到这儿了。哎，这一路上可是真舒服，也算是托了大侄子的福了。您是舒服了，我这一路可是提心吊胆的，生怕哪一天被锦衣卫给咔嚓了。走吧，进城。臣礼部尚书刘宗周、红鱼4军呈县携2院官员见过福王殿下。免礼。福王殿下，从永定门进入外城，随后经过前门东大街，最后就是您的住处成国公府。成国公府，那不是在皇宫西侧吗？算了，去十王府吧。本王住在那里，还能和秦王喝酒。这，麻烦回去禀报陛下，臣在十王府，随时等候宣召。10几年前，京城虽然热闹，但百姓们却是神色匆匆、小心翼翼，眼中更多的是麻木不仁。而现在，人还是那些人，街道还是那些街道，但人的心态、神情发生了变化。那位大侄儿倒是长大了。哦，倒是有趣。罢了，福王不主动，朕也不主动，拖得越久，对朕越有利。朕倒要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该死的王兄！哟，来京城1年了，性子还没有收一收。王兄也来了，那我就兑现之前的承诺，请你喝酒。好，来。王兄，你不后悔吗？后悔什么？非要等屠刀砍下的时候才醒悟吗？陛下年轻，杀伐果断，任何阻碍大明复兴的人，他都会举起屠刀。大臣、勋贵不例外，宗室更不会例外。福王兄，这些道理我在京城待了1年时间才想明白的。是你真想不明白，还是不愿意想明白？都一样。王兄，陛下会怎么处置我们这些藩王？不知道，真没有敷衍你。你说，若是藩王们都回来了，住在十王府，那就热闹了。但就怕有人便要试试陛下的刀，特别是端王。臣福王朱长洵参见陛下。臣福王朱长洵参见陛下。先上炷香吧。朱长洵，未见敕书和金符，一路大张旗鼓私自进京，真以为朕不敢砍了你吗？陛下要砍早就砍了，还等到现在？我进京不是正好帮了陛下的忙吗？帮朕的忙，难道不是你在帮自己吗？那换种说法吧，共赢。你就不怕猜错了？朕直接砍了你。臣活着比死了作用更大，陛下或许会杀臣，但绝对不是现在。陛下小时候我还抱过，转眼都这么大了，时间过得真快。皇叔，对大明如今局势你怎么看？只能说还不错，但要解决的问题依旧很多。外敌有蒙古诸部、建奴、扶桑、西方等国家，内灌有江南士绅富商、兵政、官场、宗室以及天灾。
内忧外患中，你最应解决的就是宗室问题。宗室的存在关系陛下的新政。即便我这一路都在迷惑藩王，给他们的信号是朝廷不会无故处置藩王，但陕西桓帝渔民的收获传出后，其他地方的百姓在有心人的挑拨下会开始闹事，到时整个大明就是一锅乱粥。即便能恢复，也需要几年时间，这就给了外敌休养生息的机会。士绅富商宗室中，只有宗室田地最容易释放。目前为止，宗室和天下百姓，你只能选择一样。那你说怎么解决？这是陛下的事情，臣不敢妄加揣测。如果朕非要让你说呢？太祖不会怪罪你的，说得轻松。各地藩王可都是有造反资格的。陛下，攘外必先安内，但有时候攘外也可以安内，只要足够强，任何阴谋诡计都是白扯。陛下还需要一场大劫，击碎所有人心中的那点幻想。大劫之后，就是藩王投诚之日，否则屠刀举起，杀！皇叔，都是藩王，都是一家人，这么做不好吧？哼，臣和陛下才是一家人，而其他人只是有血缘关系而已。陛下认为呢？这位亲皇叔胆子是真大，可不像历史上的描述。不过，朕喜欢。马上就要过年了，皇叔年后再回洛阳吧。臣遵旨。陛下所做的种种，臣心惊不已，更让臣想起了一个人。谁？建兴帝。王莽。穿越者。我查，难道暴露了？对，就是王莽。无论是环境形势还是所作，陛下都和他太像了。土地公有制，私人不得买卖赊贷与贷款，度量衡统一，朝廷干预经济等。王莽新政失败的原因是动于木骨，刚愎自用，所用非人。不过陛下近1年来所做，臣的担忧是多余的。臣期待陛下力挽狂澜，实现大明复兴，超越历史王朝的盛世。臣告退。皇叔，有空来找朕喝茶。这位差点成为太子的亲叔叔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此不遗余力地帮助自己破局，真的是像他所说的是一家人的原因？当年的移宫案、红丸案都和光宗有直接关系，也和福王的母亲郑贵妃有关系。唉，朕自从当了这个皇帝，也开始疑神疑鬼了。父皇，儿臣来看你了。父亲，儿臣去了洛阳后，认为当年的国本之争您不该退让的。大哥沉溺酒色，在位1个月就暴毙了。他的儿子朱由校沉迷木工，不问朝事，扶持阉党，平衡党争也算是不错的手段，就是有些蠢，竟会让一个阉人反制。可天启的眼光还是不错的。崇祯上位后，短短1年时间，大明已经焕发生机。您知道他做了什么吗？儿臣给您讲讲。父皇，宗室之罪您很清楚，陛下想整顿藩王。父皇，当年国本之争，即便您强势一些，儿臣成为了太子，成为皇帝，儿臣可以肯定会比太常和天启做得好一些，但绝对做不到如今陛下这个程度。罢了，无论是谁当皇帝，这大明依旧是我朱家的大明。父皇，儿臣走了。或许过完年了，儿臣就能经常来看您了，也能陪陪母亲了。福王到底和皇帝谈了什么？纪灵又是什么意思？福王是不是已经彻底倒向了皇帝？要尽快让大王知道。皇爷，纪灵已毕，福王殿下已回十王府。知道了。诸位爱卿，马上就要过年了。各部将今年1年的工作情况都汇报一下。陛下，今年因为8大皇商、代王、晋王、秦王民变等事情，共惩处官员463人，几乎都是贪污和渎职2大类。陛下，臣准备编写一部《大明官员为政细支》，将各官职在任时会遇见哪些问题、处理流程、具体方法等编写出来，以及历史上著名事件处理的方法汇总，作为他们处理政务的参考。我去，这不是后世的员工操作手册吗？有了这个，今年动起手来可以狠一些了，刀子也可以磨得锋利一些。房爱卿，
你们吏部在春节开印后3个月内定稿，然后送到各省刊印下发。兵部继续。陛下，兵部今年主要整顿陕西兵政，在洪承畴的整顿下，缩减为13个卫所和2个千户所，定编7万5千余人，裁撤近60%，直接斩杀各级武官280余人，军士500余人，关押1000余人。传令2省3司裁撤回原籍的军事武官，若是闹罪加一等处置，徇私舞弊同罪论处。臣遵旨。太仓库内的存银和全国各地粮仓的情况，足以应付5年内的各种问题。近3个月的时间，整个大明新增水库300余座。诸位，如今局势好转，全仰仗诸位爱卿。马上就要过年了，朕决议大明所有官吏每人赏1月俸禄，考核奖励另算。臣等叩谢陛下。今日宴饮，诸位爱卿尽兴即可。陛下万岁！天寒地冻，诸位辛苦，朕给将士们送些年货。这里是归化城，林丹汗的大本营。麾下数万人马以此为中心，分布在方圆数百里内。归化城南面是大明，东南是大同镇，西南是榆林镇，北边是喀尔喀部以及溃败的土木特等部，且有大青山山脉阻挡，所以林丹汗只有往西、往东2条路。如果往东，他们可能会和建奴联手；往西，他需要先南渡黄河，然后向西进入漠西蒙古。而榆林防线包含黄河，只要在察哈尔渡河时冲击，他们必定伤亡惨重。所以，我们只能从东向西进攻。逼迫他们往西走，让他们按照我们预定路线撤退，进入伏击地。综上所述，朕以为大同出兵从南进攻，朕亲率义军从宣府出发，经草原攻击归化。陛下，大同出兵是可行的，但如果察哈尔集合大军冲击，大同的大军若是挡不住，大同就危险了。朕考虑让宣府出兵5万，大同出兵3万。若有外敌，珍宝、昌平2镇增援。朕亲率藤乡4卫和禁军合兵10万，携带经营的100辆战车，然后调关宁铁骑随行。陛下不带白干兵，只有100辆战车，这不行。万一林丹汗知道是您亲率大军，搞不好会集合全部骑兵冲击您这一路大军。李爱卿，你给诸位通报一下建奴最新情况。建奴大饥荒，蒙古诸部为沈阳，皇太极为露面。这也是朕选择今年征讨察哈尔的一个原因。没有建奴骚扰，我们可以放心去打察哈尔。陛下算无一策，臣等佩服。孙爱卿，你就辛苦一趟，随朕出征。臣遵旨。袁爱卿，你坐镇北京城，负责统筹后勤调度。侯爱卿，你去大同坐镇，协调宣府和大同兵马。毕爱卿，户部现在开始准备粮草，传令3边总督洪承畴移师榆林镇，考察黄河渡口，做好埋伏计划。传令宣府、大同、榆林、太原4镇，将所有斥候散出去，全力打探察哈尔及周边部落驻扎情况。传令内阁，2月中旬拟旨给袁崇焕，让赵帅教和何可刚率1万关宁铁骑入京。诸位爱卿，作战计划安排好了，明年3月初3准备出征，各部做好保密工作，都去准备吧。孙承宗、袁可立留下。对于刚刚的计划，朕还有些想法，要不要实施合纵连横、远交近攻之术？陛下是想联合土木特等部，他们还有3、4万骑兵，可以牵制察哈尔，减轻我们的压力。袁爱卿的想法和朕一样，但朕所担忧的是，不是同不同意，而是怕他提前报信。陛下，使者可以等大军出发，离归化城200里的时候再去土木特部。他们若是同意，就合围；若是不同意，也没有时间通风报信。等我们攻下归化城，大军直扑大青山，将他们再次打残。好，那咱们就试试。你们认为派谁去最合适？陛下，臣推荐黑明孝。去年归化城谈判，黑明孝有勇有谋，立了大功。这次就安排他再去一趟，就这么定了。传令黑明孝，让他即刻进京。2位爱卿回去后商议一下，给土木特许诺哪些条件，拿个章程出来。臣遵旨。李爱卿，锦衣卫全派出去，察
察合尔箭弩东江要密切关注，消息及时传递回来。第二，大军出发后，你策划一下，看看能不能将箭弩在辽阳的粮草烧了，搞点暗杀也行。蒙古诸部的首领大汗给干掉几个，嫁祸给皇太极，绝不能轻易让皇太极重新掌权。第三，传令毛文龙，箭弩一旦攻击宁远，让他率军袭扰。臣遵旨。皇爷，火器研究院院长徐光启、中医研究院院长张景岳在宫外求见。他们两个怎么会一起来的？先传张景岳。臣参见陛下。张爱卿找朕有何事？陛下，大喜！医用酒精和生理盐水的试验结果出来了。医用酒精感染化脓只有2成左右，生理盐水在3成到3成半。中医研究院现在研究如何与仓组结合，争取将感染降到最低。陛下，臣恳请陛下将……暂时还不行，至少在灭掉箭弩前，不可开放给各大医馆。医用酒精不行，但生理盐水可以给百姓使用，但也要注意严禁配方外泄。臣多谢陛下。还有，中医研究院立刻准备大量高温纱布、金疮药等，越多越好。另外，你们也要研究一下不同材料酿造出来的医用酒精会不会有什么不同。臣明白。大办，传令御九方掌印，让他派人去宣府和大同、榆林找3镇总兵，全力制造医用酒精。传徐光启进来。奴婢遵旨。陛下，大喜！遂发式地雷做出来了。什么？雷场范围可以做到多大？回陛下，经过测试，方圆30米最佳。走，去研究院看看。陛下，臣让工匠给您组装一遍。伯爵，陛下，遂发地雷能这么快成功，伯爵功劳不小。陛下，地雷的外形是榫卯结构，内部上下4层，前后左右3层。触发装置在最上面，当重物砸中触发装置后，就会引爆地雷，重量至少需要30斤的力量才能触发。雷场地雷的触发装置采用拉罩的方式，灵活度更高，多层防水防潮，1尺深能保存10天左右，潮湿地面3天左右。这颗装有颗粒化火药2斤，铁蒺藜和铅弹200颗，杀伤范围方圆3至5米。可以，只要能做出来就行。那就试验一下吧。好，干得漂亮！看看雷场的效果。臣遵旨。5、4、3、1，爆！徐爱卿，参与遂发地雷研究的人必须要赏赐，不得拖延。陛下放心，臣已经拟定好了，待陛下检阅后就下发。孙爱卿，从禁军中挑选5000人组建地雷营，朕给你1个月时间，务必做到熟练。地雷营和御雷营的性质一样，未得朕的允许，任何人无权调动。未经允许靠近地雷营100米范围的，杀无赦。臣遵旨。徐爱卿，佛郎机炮、虎蹲炮、遂发枪、鸟铳，1个月后能做出来多少？陛下，1个月后，虎蹲炮能有500门，弗朗机炮有400门，红夷大炮20本左右，最发枪3000柄，鸟铳5000柄。颗粒化火药现在有多少？回陛下，现在日产300斤，现在差不多有5万斤左右，其中有2万斤做成了掌心雷，1万斤做成了轰天雷，目前仓库还有2万斤。徐爱卿，存的颗粒化火药做出500颗地雷，然后立刻运送至榆林镇，交给3边总督洪承畴。剩余的火药做成遂发枪，后续的颗粒化火药全部做成地雷。臣遵旨。如果一切按预期走，一次正面冲锋，察哈尔就会丢下数万人，然后潮汐溃败。只要洪承畴把握住察哈尔南渡路线，埋上地雷，再次冲锋，察哈尔就彻底残废了。还有土木特残部，不得不防。现在是万事必备，只差火器研究院的火器了。这一次，朕要彻底的打残了察哈尔。陛下，讲武堂副院长毛元仪、监院张凤仪求见。
传。臣参见陛下。两位爱卿找朕何事？陛下，2件事情。第一件事，讲武堂教材已全部编写完毕，请陛下示下和作序，随后刊印。第二件事，臣准备2月初2启用讲武堂。都准备好了。回陛下，都准备好了。这是具体的名单，请陛下过目。各兵科的博士助教已到位，报名兼任的大臣有很多。首批学生268人，荣誉奖章139人，剩余均为巡营使探查的。朕会率文武百官去参加，你们这边准备就是。臣遵旨。臣等告退。礼部尚书、兵部右侍郎、户部金部司主事，看来他们工作还是不算饱和啊，还有心思去兼任。孙可望、刘文秀爱能骑，再加上李定国，这人算是齐了。大办摆驾树方斋，传教访司的凤鸾和左右司乐见朕。陛下要听曲儿。讲武堂终于启用了，进入这里出来最少也是个7品，羡慕啊！毛副院长，您不是请陛下给教材作序了吗？万寿万岁！免礼，平身。诸位可知道，大明为何会沦落到如今这步田地吗？行吧，朕换种问法。诸位知道讲武堂会成为大明未来武将的摇篮，可知道朕为什么要设立讲武堂？陛下，我知道，因为陛下要整顿兵政，要培养大量武将来替换。胡扯！学习加基层锻炼，差不多得5、6年时间，陛下能等吗？要我说，就是给我们平民百姓个晋升的机会。我认为，陛下是想培养忠诚大明的武将。诸位说的都没有接近本质，原因是因为你们，或者说因为你们身边的孩子们，造成今日之大明者，则大明老朽之冤业也；治出将来之少年大明者，则大明少年之责任也。我而默然置之不可言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水师科、炮兵科、步兵科、骑兵科。少年智则大明智，少年富则大明富，少年强则大明强，少年独立则大明独立，少年进步则大明进步。同日出生，其道大光，河出伏流，广阔浩荡。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大明，与天不老；壮哉我大明少年，与国无疆；壮哉我大明少年，与国无疆。华夏少年意气扬，少年海阔万里长，不负年少。少年自由少年狂，心思骄阳往上晃，艰难万难我去闯。好，太好了，这词写得太好了，初听怪异，细听别有一番意味。这首曲乐叫什么名字？真的是太棒了，我一定要学会。毛副院长，这词和曲是谁写的？别问我，我也不知道。看风格应该也是陛下写的。诸位，刚刚吟诵的就是朕给讲武堂教材做的序，朕取名为《大明少年说》，刚刚的曲乐也叫《大明少年说》。作为讲武堂的院歌，朕希望这2篇《大明少年说》能激励大明的少年们时刻向上。当然了，讲武堂只有1座，名额有限，但自强不一定非要进讲武堂。360行，行行出状元。你可以研究农作物，研究机械制造，甚至当个厨子，研究美食，不一定非要当官才是为大明做贡献。朕的话，诸位回去好好琢磨。除了2篇《大明少年说》外，朕还给讲武堂提了一副对联：毛爱卿、张爱卿，你们2人亲手拉下红头吧。臣等遵旨。
你们都是我大明天赋超群的少年，这副对联既是朕对你们的警醒，也是对你们的期望。朕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若是觉得做不到，可以退出。以后若是违反，别怪朕心狠手辣。敢问天地是锋芒，披荆斩棘，谁能挡？好！朕拭目以待。朕宣布，大明讲武堂正式启用。我怎么觉得皇帝的说法不对？百姓都吃不饱了，还有心思学习？正所谓寒门出孝子，白屋出公卿，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父亲，我想好了，等我16岁的时候就去参军，建立一番功业。陛下真是好手段，我大明或许真能延续100年国祚。是啊，这2篇文章就像一颗种子，如果陛下再开县学，在各省开设讲武堂分堂，大明下一代可期。亲王，你年少时有什么梦想？没啥梦想，就想混吃等死，就没想钻研学术，成为和周王朱肃、郑王朱载堉一样的大家。王兄，您可真会挑人。走了，找个酒楼喝酒庆祝一下。此炮射程几何？步兵科弦武堂，炮兵军科器械面。回陛下，此炮有效射程可达500步，破阵攻坚颇有奇效。去把李定国叫来。东家，定国，来京城半年可还习惯？多谢东家惦记，定国已经习惯了。习惯就好。你是朕钦点的讲武堂第1个录取的人，要用心学习，明白吗？东家放心，定国一定会加倍努力学习，给东家争口气。不是给朕争口气，而是给你自己争口气。机会朕给你了，就看你能不能把握得住。多谢东家。毛爱卿，讲武堂要一视同仁，他们是大明的未来，你可给朕教好了。臣不负陛下所托。你们几个不去忙自己的事情，跟着朕做什么？陛下，您不能厚此薄彼啊，得一碗水端平。什么意思？李定国的事儿？不是，陛下，您给讲武堂写了一篇序，又写了首曲乐，臣等觉得非常鼓舞士气，但那毕竟是少年的。臣等在想，如果军中也有几曲，既能休闲，又能提升士气，还能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的思想。你们这意思是让朕给你们编几曲？不，找教坊司就行。但臣估摸着，最终还是要陛下操刀，因为他们没有那种气魄，格局胸襟。行了，这事儿朕记着了。臣等谢过陛下。少年智则大明智，少年富则大明富。少年自有少年狂，身似山河挺脊梁。天高海阔万里长，华夏少年意气扬。陛下，调关宁铁骑的圣旨草拟好了，请陛下预览。袁爱卿，你说宁远诸将会遵旨吗？应该没问题吧？应该。500里加急送到山海关，让英国公亲自去传旨。陛下圣明。袁崇焕及宁远诸将接旨。臣辽东境略袁崇焕携宁远诸将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经营糜烂，战力虚浮，着赵帅教何可刚各率5000关宁铁骑精，一为操练经营新建3000营，2为演武，即刻动身，期限15天，违令者斩。钦此。袁崇焕，接旨吧。袁崇焕，臣赵帅教接旨。臣领旨。臣接旨。英国公是有战事吗？圣旨上不是写得很清楚了吗？英国公，关宁铁骑是末将镇守关宁防线的一大底牌，如果调离的消息被贱奴知道，后果不堪设想。请英国公允许末将回京一趟，面呈陛下。关宁防线内，你去哪里，本国公管不着。但到了山海关，没有朝廷传召文书，在外镇守大将私自进京，那别怪本国公直接砍了你。圣旨已传达，诸位好自为之。回见。经略大人，这圣旨有些古怪啊！让关宁骑兵操练3000营，会不会儿戏了一些？就是，还演武，1万关宁骑兵冲锋，哪支军队能对抗？那是我们该操心的吗？不去就是抗旨，要处斩的。赵帅将何可刚，
刚刚经略大人都没有开口接旨，哪有你们提前接旨的份儿？你眼中还有经略大人吗？闭嘴！圣旨只是通知经略大人，重点是让本将和何可刚副将率铁骑进京。我们不接旨，那就是抗旨，这个罪名你能担着吗？你这么厉害，刚刚殷国公在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话？够了！你二人即刻整顿兵马，明日一早开拔。其余诸将，未得本将允许，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兵。祖大命。经略大人，关宁铁骑调走，我们该怎么办？会不会朝廷已经知道空想的事情？此次调兵，朝廷肯定有所图谋。知道又能怎样？难道要抗旨吗？行了，去巡视吧，此事不要再提。终于离开这个鬼地方了。傅寒，明贼这是有所图谋，说说你的想法。傅寒，明贼这是有所图谋，说说你的想法。傅寒，关宁铁骑现在调走，肯定要对蒙古诸部动手，覆灭1-2个部落。对蒙古诸部来说就是一个震慑，他们只能依附我们了。也就是说，傅寒重掌大金的日子快要到了。你对局势这么乐观吗？为什么只能依附我们，不能依附大明吗？我们粮食有限，大明才是地大物博，投靠大明比我们好吧？傅寒，我研究了崇祯这1年多的所有政策，此人对百姓好，但最恨阴阳反复之人。喀拉沁部就是例子，他可以假意接受投降，解决我们之后再秋后算账，但大明想四海臣服，这种上不得台面的把戏就不能用。傅寒，大明的发展远超出我们的预期，现在兵精粮足，几年后他们会不会北上？还有，现在诸部大旱饥荒，如果我们供应不了粮食，他们会不会背叛我们？哈哈哈哈哈！豪格，你终于成长了，此事傅汉自有对策。你要记住，以后掌权了，中间不是用人的唯一标准。范文成这种可用且能重用，刘星座这种反复横跳之人必须杀。傅寒，我知道了。崇祯，先赢不算赢，赢到最后才是真赢，咱们走着瞧。臣赵帅教何可刚参见陛下。两位爱卿免礼。关宁铁骑如今战力如何？宁远那边箭弩可有什么异动？关宁铁骑战力还在，但辽西诸将已不如从前。自满宗兵调走后，末将在那边越发憋屈。两位爱卿，你们的主要任务有2个：一是模拟敌人冲击车营，提升车营的实战能力；二是轮番和禁军藤乡4卫演武。啊，这真的只是演武？怎么，这事对两位爱卿来说很难办？没有，臣等必不负陛下所托。此战朕真的需要关宁铁骑吗？朕现在缺兵吗？调关宁铁骑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就是要削弱辽西诸将的底牌，调回来了，再想调回去就难了。诸位，这是朕亲征前的最后一次碰头会，诸位都说说情况吧。陛下，藤乡4卫、禁军、经营车营都已准备好，火器研究院交接的火器已经伪装成商队运送至宣府镇，大军随时可以出发。御雷营在单体地雷和雷场的布置上均已经达到了规定的标准，随时准备出发。陛下，2月的军需物资都集中到了大同镇，周边物资还会不断运送，最少可以满足5个。好，李爱卿，3月2日开始，锦衣卫配合沿途卫所驿站，切断北京到宣谷的所有通道，严防大军出征消息的泄露。其次，传令殷国公即刻关闭山海关，10天内不得开关。臣遵旨。诸位，此战决定着大明第1个5年计划是否能顺利完成，决定着大明未来的走向，容不得任何马虎。臣等明白。陛下，坤宁宫侍女来报，皇后娘娘下腹直胖感加剧，据稳婆和医婆诊断，可能要生了。什么？陛下，切勿着急，不会有风险的。10月怀胎，按照日子算，也就是这么几天的事，早几天、晚几天都是正常的。陛下，千万不要进来，我进去看着，安心。
陛下，到偏殿等候吧，臣都已经安排好了。袁爱卿，通知太医院御药房岐黄园的名医，如遇紧急情况，不必忌讳宫内礼制规矩，人命要紧，朕恕他们无罪。臣这就去安排。娘娘，胎位正常。娘娘，一会儿您听我们的指挥用力。你们几个听着，一会儿若有不测，一定要保住胎儿。妹妹，不要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嫂嫂是过来人，没事的。张皇后，请您外面等候，皇后娘娘要生了。嫡长子朱次郎要不要立太子？什么时间立？陛下，陛下，娘娘生了，是龙子，母子平安。好，好，好！哈哈哈哈！赏坤宁宫内所有太监宫女侍养圣宫侍医婆和外面候着的御医，赏银100两。李卿兄，恭喜呀！同喜，大明国本永固。现在皇后诞下嫡长子，未来的储君，你这个太子太傅才算名正言顺。皇后辛苦了。陛下，您看和您好像，您要不抱抱他？你小子倒是呼呼大睡，倒是给你妈折腾得够呛。崇祯2年2月，嫡长子朱慈朗出生。祭告大典后，大军出发征讨察哈尔。赵副总兵不是负责操练和演武吗？看这样子像是要打仗了。应该是去打蒙古诸部。上次围沙之战，蒙古诸部也参与了。朝廷这是立威呢，就是不知道拿哪个部落开刀。参见陛下。马爱卿，宣府镇和北直隶都司负责此战后勤，务必保证安全。另外，你去见见赵帅教等人，做思想工作，打打气。臣遵旨。将士们，朕出现在这里就是想问问，我大明数万将士在龙井关厮杀时，察哈尔林丹汗率军突袭宣府和大同，造成数百将士战死。身为他们的兄弟袍泽，我们该怎么做？正统15年，卢光等8城为虏所拒，边将皆走还京。天顺3年，鲁逼来寇陕西，诸将不敌，堵众直抵雁门关一带，炮火撤于京师。弘治18年，堵由新出口入寇宣府，至堵台岭，士卒死者8000。正统15年至隆庆元年，共计118年，蒙古诸部进犯大明71次，掠我大明百姓数十万，杀我军士百姓100万之巨，毁坏良田屋舍无数。朕的态度很明确，干他！干！屠了他们！朕今天就是要御驾亲征察哈尔。去年朕围杀了贱奴，喀拉新部借道贱奴，朕平推了他们的喀拉城。龙井关之战后，大明彻底的站起来了，我们无惧任何人，过去的屈辱将不再。犯我大明者，虽远必诛；杀我兄弟袍泽者，虽强必罚。此战无论胜败，所有参战将士皆赏3个月军饷，后勤军士赏1月军饷，其余战功另行赏赐，高官厚禄，朕绝不吝啬。吾皇万岁！陛下万岁！吾皇万岁！大明必胜！必胜！明君威武！出发！真是匹好马，可惜了，生错了时代，草原骑兵从此走向没落。陛下，这次平了察哈尔，火器再发展几年，骑兵的作用就少了很多。我草原人民从此走上了能歌善舞的道路。陛下，我们离归化城只有200里了，按现在的行军速度，最多1天后就会被察哈尔林丹汗发现，3天后就会与察哈尔的前军接触上。传令黑明校，立刻去土默特部游说。传令虎大威，让他们投递完书信后即刻撤走，去接应黑明校。传令黑云龙，不许主动进攻，按阵型逐步逼近，压缩察哈尔的活动范围。我们这次大战要做到首战即终战，一战定乾坤，不接触则罢了，一旦接触就要让察哈尔溃逃。传令下去，各军即刻拔营，朝归化城靠近。
末将遵旨。诸位将士们，你们的布置决定此战的成败。若是雷场按照既定计划全部爆炸，无论敌人在雷区内伤亡多少，朕给你们按2万敌军的战功当做保底，如何？陛下胜！朕期待你们的表现。兄弟们，这一次不同以往，陛下在宣府斩杀土摩勒使者，算计了他们的商队。将军，您不用多说，我大明数10万大军亲征，我就不信土摩勒有这个胆子敢动手。就是，以我们这10几条性命换土摩特部的全部覆灭，划算。哈哈哈，将军送到手的战功，我们总不能往外推吧？将军，干就是了。他们真敢动手，咱们就用掌心雷将捕食兔寒干掉，也不算亏。哈哈哈哈！好，那咱们就去会会捕食兔寒，看看他和林丹寒到底谁更有魄力。出发！我已经闻到他们部落里烤全羊和酸奶的味道了。哈哈哈哈哈！好，那咱们就去会会捕食兔寒，看看他和林丹寒到底谁更有魄力。出发！我已经闻到他们部落里烤全羊和酸奶的味道了。好大的胆子！他们还敢来我部落，真当我土福特部无人吗？上次在宣父斩杀我们的智者戴博尔台奇，更是斩杀了我们500勇士，现在还敢派使者来，简直是赤裸裸的羞辱我们。大汗，请允许我去斩了他们，为勇士们报仇。傅寒，先别动怒，先召大明的使者进来问问情况。只要进了我们部落，是杀是剐，还不是我们一句话的事情吗？带他们进来。报，大汗，紧急军情，大同方向大明有数万大军朝着归化城而来。报，大汗，宣府方向有大明数万大军前来，粗略估算至少有10万大军。有没有骑兵？大汗，大同方向5000余骑。大汗，宣府方向10000余骑。本色，你立刻亲自去盯着两军动向，随时来报。是。都说说想法吧。大汗，很明显，这是报复我们去年趁他们围杀建奴联军时劫掠大同、宣府2镇。大汗，当务之急是快速召集分散在周边的部落大军，随时准备出击。报，明军送来书信。元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太祖崛起于毫末，劝儿等放肆！混账！报，大明书信，大明书信。诸位都说说吧，大明是在虚张声势，还是真有底气？报，大汗，据前线探查，明军无论是大同还是宣府2路大军中，都携带了一种奇怪的器械，至少都有100余辆。这是我们远远眺望后绘制的大致形状。这是战车吧？没错，就是战车。我记得孙承宗在辽东抗击大金时用过这种，取得了不错的战果。原来他们所依仗的是战车，用战车抵挡骑兵，配合火铳和新型的爆炸法器，难怪敢来草原找我们麻烦。如果只是这些，在我们的主场中，我们有70%甚至80%胜利的希望，甚至说彻底的覆灭了他们。桑卡尔寨，此话当真？当真。大汗，火器发射速度慢，射程有限，战车虽能挡住骑兵，但也有限。我们只要破掉战车，明军就是待宰羔羊。说的简单，哪有那么容易破掉战车？还是说你准备用重骑兵充当肉盾？好了，破除战车和对付火铳战术的方法，我只能告诉大汗。既然避无可避了，那就打一场。穆勒，传令各部即刻向归化城靠拢。西塞诺元，你整顿麾下重骑兵，前移30里，随时准备出击。图图虎，你去一趟大庆山的土默特部，告诉他们敢联合大明，我先灭掉他们。德尔木，你率5000轻骑，掩护各部落女眷、金银珠宝朝东圣城撤退。诸位，事关察哈尔的尊严和荣誉，拿出家底。既然他们敢来，那就将他们全部埋在草原上。都去准备吧。和明军硬碰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希望我分析的正确吧，否则我就是察哈尔的罪人。
楚莫特整顿大军，但未见外出。报，察哈尔大军开始劫。报，察哈尔重骑兵开始向我军移动。报，大同大军距离归亚城100里，黑正兵已经安营扎寨。陛下，和我们预测的一样，臣建议我们继续行军，今晚到达归化城外70里处休整，到时进可攻，退可守。可以，你安排吧。猛如虎虎大威，你二人各率一个百户骑兵，在大军前方10里巡视。末将遵命。赵帅教何可刚，你二人率骑兵在大军左右前方5里，护住大军左右2翼。周玉琪率领藤乡右卫骑兵轻装前行，在归化城外70里处扎营。黄德功，你率本部骑兵在5里外接应。传令下去，各军按照战时布置前进。末将领命。孙爱卿，你说察哈尔会按照我们的设想进攻吗？孙爱卿，你说察哈尔会按照我们的设想进攻吗？太嚣张！竟然在我们的地盘如此心安理得的扎营，视我们于无目。大汗，给我一支精锐，我晚上去袭愚蠢。你能想到明军想不到，就等着你去送死呢。就是，估计你刚准备出营地，他们就回去。明日让你们杀个够，别因为这点事情影响了我们的布局。严正已到，起身。色本，你带3000骑兵溜一溜他们。得令，勇士们随我冲！鸟铳兵5段战法，车营前30米，准备500米、400米、300米，点火绳，撤！带上伤者，撤！大汗，对方果然是火器，数人被火铳的铅弹击中，休息几天便无大碍了。大汗，继续挑逗明军，消耗他们的火器弹药，让他们时刻高度紧张。色本，哈尔登木齐格拉，你3人率本部骑兵，每次出兵1000，一刻钟进攻一次，到明军火铳的射程范围后就立刻后撤，速度要快。是。过瘾啊！今天把明军当猴一样耍，愣是拿我们没办法。过瘾啥呀？还不如直接冲杀一番。明军跟个弱鸡一样。不着急，拖得越久怎么越有利。军师，你怎么看？大汗，从今天的试探来看，明军很稳，不贪功不冒进。虽然火铳出击慢了些，但绝对训练有素，不可掉以轻心。拖得越久，对我们越有利。明天继续试探，但换种套路，我亲自指挥。陛下，如预料一样。察哈尔以骑兵挑衅，既然他们要玩，咱们就陪着他们玩呗，让将士们都沉住气。我们最大的倚仗是地雷，他们不主动出击，我们的地雷就没作用，放长线才能钓大鱼。终于忍不住了，等的就是你们。撤回去！撤！桑卡尔寨，不要受这点损失的影响，这才……看，你们看！大汗，怎么办？明军虽然移动慢，一天走个3、5里路没问题的，4、5天的功夫就逼近我们大营了，这是压缩我们的活动范围。逼着我们进攻。
大汗，我们的计策被明军看穿了，再试探下去也没有意义，为今之计，只能进攻了。好，既然他们逼着我们进攻，那就看看他们耍什么花样。全军听令，大军击穿明军阵型，迂回两侧围杀。大汗，可对方有战车，有虎盾炮，两者配合，即便是我们的重骑兵也无法冲破。哼，本汗承认他们的战车和火炮厉害，但这里是我们的主场，别的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牛羊马群。这就是用来冲破战车和火炮的火牛阵。发疯的牛群，城墙都能撞碎。明军火炮声会惊吓牛群，但只要1/10的牛冲到战车前就足够了。火牛在前冲破战车，5000重骑兵紧随之后，负责2次冲击；3万轻骑兵在后，负责冲杀明军。左右各1万在两侧迂回绞杀，其余留在大营防备明军偷袭。本汗只有一个要求：视线范围内，无论是明军的将士还是战马，不允许有一个活着的。是。来了。杀！陛下，对方果然是用火牛冲阵，破熟战车和骑兵的方法就那么几个。蒙古人再聪明，还能聪明得过咱们汉人几千的战争经验积累？咱们是主动出击，这点推演都做不好，那也太失败了。全军出击！杀！车破了，撤退！桑科尔寨，此战大胜，你当居头功，要什么赏赐随意提，本汗都能满足你。谢大汗。孙爱卿，此战之后，大明将再少一个外敌。朕也能腾出手整顿内部了。长生天，我们有罪，请责罚我们！长生天，请保佑我们！我们有罪，请责罚我们！这不是什么长生天的怒火，而是大明的新式火器！快，鸣金收兵，让两侧骑兵后撤！快点，晚了就来不及了！将士们，100余年来察哈尔欠我们，此刻都要还回来了！出击！
击，追！盯紧了，逃出来一个射一个。大汗，快撤！明军追上来了！大汗，快撤！明军追上来了！对，撤回规划城内固守，不能撤！大汗不能撤！快组织大军，迎着明军冲上去！快点儿，不然真来不及了！桑卡尔寨，你疯了吗？数万骑兵被荡送，大军都没有了士气，还怎么冲？虽然明军没有了战车，但他们有火炮，士气低迷之下再去冲锋，去送死吗？都给闭嘴！我们身后是数万子民，我们撤了，他们怎么办？刚刚的爆炸不可能有第二次。我们只要冲入明军军阵中，我们3、4万的骑兵，他们绝技抵挡不住。撤退，他们会一直死死地咬住我们。等到了东升城，后面就是黄河，难道要跳河自尽吗？与其等死，不如放手一搏。只要我们冲破他们的中军大帐，抓住他们的统帅，我们就有谈判的资格。大汗，快下令！再等一会儿就来不及了。为了我们的子民们，我们必须要一战。瑟本、穆勒，你2人率1万骑兵迎着明军冲上去，立刻传令给部落子民，立刻自行向东胜城撤退。其余大部朝着规划城集结，立刻动起来！快！实在是太愚蠢了。如此决定虽能保存部分骑兵，但阻敌的1万骑兵和数万子民可能会被屠杀。我亲自率兵冲锋，勇士们，为了察哈尔，为了我们身后的子民们，杀！阵型松散一些，防止明军的火炮轰击。察哈尔军中还是有能人的，可惜啊，还是没有理解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髓。传令，火力覆盖。火勒级炮营就位，虎盾炮营就位，鸟冲！冲锋，继续冲锋！唯有冲锋才有活下去的希望。就位！冲锋，继续冲锋！打扫战场，不留活口。脖子一刀，胸口一刀，肚子一刀，每人3刀。陛下，1万逆冲察哈尔骑兵已全部歼灭。孙爱卿，你带领禁军继续追击，但不要再攻击，在规划城20里处扎营。传令黑云龙，急速朝规划城靠拢。臣领旨。陛下，察哈尔部族的幸存者怎么处理？成年男子杀了，女性留着，集中看管，胆敢反抗者杀。臣明白。长生天，大明卑鄙！补刀，不留活口，统计战损。
补刀，不留活口，统计战损。陛下，补刀完毕，伤亡情况统计出来了。说说。雷场杀敌28000人，追杀13000余人，反向冲锋杀敌1万余人，总计51000余人，其中部落级首领4人，高级武将16人。我军的伤亡呢？我军伤亡6000余人，其中雷场战死2000余人，关宁铁骑阵亡800余人。晋军按照我们前期探查到的结果，察哈尔的兵力大概在9万人左右。按照这么算，归化城还有4万左右的兵力。我们火炮、火药和铅弹还有多少？回陛下，佛郎1炮、虎墩炮共计850门，门军6发，3万支火铳，人均20发。掌心雷还有3000枚，轰天雷还有100枚，最迟明天下午宣府的补给就到了，足够了。明日卯时拔营，辰时正客到达归化城，巳时前拿下归化城，一雪100年耻辱。臣遵旨。对了，雷场引爆地雷的勇士们如何了？还有没有活着的？回陛下，共100名军士，战死46人，伤54人。走，带朕去看看。诸位将士们，不必行礼。将士们，我们成功了。知道你们干掉了多少敌军吗？猜的数字与战果最近的，赏银100两。陛下，末将斗胆一猜，至少2万敌军。陛下，按雷场范围，估摸着在1万到1万5之间吧。3万。据刚刚统计，雷场内察哈尔骑兵伤亡人数28000余人。大明万岁！陛下万岁！大明万岁！将士们，此战你们当居首功。班师回朝后，朕为尔等庆功，你们的名字会被大明记住，安心休养，剩下的就交给朕。报，陛下，察哈尔大军已经从城内退出，在北门集结。北门，林丹汗这是知道归化城守不住，要与龟缩在大青山的土默特残部联合吗？传令黑明孝、虎大威猛如虎，即刻各率1个百户双骑骑兵，分3路向土默特部探查。有消息立刻报。报，陛下，察哈尔大军朝西方去了，并没有携带大量辎重。总算是退走了，攻城的代价太大了。传令黑云龙，跟着察哈尔大军。大军不得主动出击，以逼迫和堵住察哈尔后路为主。赵帅教，你率所有骑兵追上黑云龙部，听从黑云龙调遣。另外，调500御雷营随行，带走剩余的所有掌心雷。臣遵旨。陛下，归化城是隆庆6年由阿拉台汗和3娘子共同主持修建，名字叫库库河屯，翻译过来是青色的城。朝廷赐名归化城。这座城按元大都样式修建，内部有8座高楼和1座琉璃金銮殿。哼，一个小小的部落，王宫竟然敢叫金銮殿，真是狂妄！陛下，要不要趁机灭掉土默特残部？对，早晚都要收拾，不如趁着现在士气大盛，一鼓作气灭掉他们。报！报，陛下，察哈尔残军已经撤退到永生城外30里处。30里，好快的速度！林丹衡7、8个时辰竟然走了170里。黑云龙到哪儿了？陛下，估摸着黑云龙总兵现在至少差察哈尔部100余里路，想要赶到东胜城，至少还需要1天时间。如果我们没有提前布置，1天时间足够他们渡过黄河了。报，黑云龙总兵书信。黑云龙这时机把握的还是很不错的。黑云龙已经和赵帅教率领3万骑兵追上去了，步兵也在急行军。只要察哈尔部渡河，他们就会朝东胜城冲锋。陛下，大局已定矣。好了，该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就是静候洪承畴和黑云龙大胜的消息了。仔细搜，书籍单独放，不得打杂。大汗，我们要立刻去黄河渡口，明军骑兵距离我们只有100里。对，只要渡过黄河，凭借黄河据守，明军就不拿我们怎么样。大汗，不要再犹豫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勇士们，今日这份耻辱，本汗答应你们，来日一定会10倍、100倍的还回来。出发！
快，赶紧过河，速度要快！过河后，每50人为一队，立刻探查周边30里。你们说察哈尔人聪明吧？倒也是聪明，知道用船组成浮桥，还知道在上流放警戒船。要说傻吧，知道火牛阵，难道就不知道火烧赤壁吗？千户大人，我们什么时间动手？不着急，以对岸雷场的范围，至少要过河10000把人。一来尽最大可能杀伤察哈尔的骑兵，二来减轻东胜城的压力。通知兄弟们，准备动手了。兄弟们，能不能让察哈尔这群人掉进河中喂羊吧，就看你们的了。此战之后，诸位都将写入大明战功史册，传扬后世。左千户，您就请好吧，这黄河之中就是我们的天下，是龙它得盘着，是虎它得卧着，我们黄河水鬼可不是白叫的。好，兄弟们，开始吧。走了，赚银子了，插赌，爷爷们来了。可能是上游渔民的船不小心被河水冲下来了，我估计也是虚惊一场。向大汗报告吧。水兵林丹航，东王舍令守外去。船怎么动了？船锚松动了，快拉起来，重新固定！快撑住船，不要让船往下流，撞到浮桥就完了。燃狼烟，通知红总督和黑总兵。大总官，您看那边是不是狼烟？是狼烟，快去禀报大汗，让大汗先过河。快传令，大军停止过河，揭开大船，瞄准小船上的人，快射击他们！快！大汗，我们率军沿着黄河北上吧，在上游找个地方过河。不行，上方有狼烟升起，说明有伏兵。现在去岂不是送死？哪有什么伏兵？我们近3万骑兵，明军哪来的骑兵？如果是步兵，得7、8万人才行。这么大量的军队，我们岂能不知道？哼，即便没有伏兵，沿途有阴山、狼山山脉、乌兰布和沙漠，能不能穿过都是问题。现在要么跳河自杀，要么返回河追击明军，大战一场，然后被明军围杀掉，或者沿着黄河西上，你选择一条路吧。对，西上，冲过去，在大青山山脉的另一边驻扎，等待机会。还有一条路，向大明投降。愚蠢！都到了这个地步了，大明能干掉我们，为什么还要接受我们的投降？除了沿黄河西上，没有别的出路了。报，大汗，大明骑兵距离东胜城不足20里。大汗，早做决定。何哲，你带着你福晋等人坐船过河，统帅对岸骑兵，斜穿鄂尔多斯草原，从大草滩进入西宁，
穆勒、巴达西桑寨，你二人协助阿哲，我们会沿黄河西上与你们会合。傅寒，你们快走！抛弃辎重，只携带干粮，立刻沿黄河向西进发！快！林丹感就在前方，不要放跑了他们，继续追，随时准备攻击！追！屠了他们！卑鄙！无耻！绕过壕沟，继续追，抓住他们！本汗要给他们点天灯！出发！稳住，不要乱！傅寒，虫根小儿，无耻！大汗，大汗，你没事吧？死不了！传令，绕过爆炸区，继续出发！快！阿哲，记住傅寒的话，快走！勇士们，前方不知道还有没有刚刚爆炸的东西，我们不能赌。既然明军不让我们继续前进，那我们就和追击的明军杀个痛快，死也要拉个垫背的。如果侥幸冲过战场，就向北进入草原，生死各安天命了。大元的传国玉玺本汗已经让阿哲带走，他们会带着1万多骑兵进入西宁，那里有数座广袤的草原，他们就是我们察哈尔的种子，他们将在那里生根发芽，积蓄力量，在将来会杀回来，替我们报仇。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干掉追击明军，为他们争取时间。我察哈尔勇士没有贪生怕死之辈，勇士们可愿随本汗一战？战！察哈尔荣光永在，随本汗杀！报，察哈尔大军掉头向我军冲锋，约2万骑。好，来得好，全军准备。
者！本汗和你们拼了！给本汗去死！本汗和你们拼了！给本汗去死！林丹汗，你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放下战刀投降，随本将去向陛下请罪吧。去你请罪！本汗乃40万蒙古之主黄金家族的后裔，先能向大明皇帝请罪。勇士们，事到如今都是本汗的错，但说再多也为时已晚。我察哈尔没有贪生怕死的勇士，我察哈尔军士即便是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愿同大汗一起赴死！哈哈哈哈哈！好，黑云龙，今天本汗给你一个机会，可敢与本汗单独一战？既然冥顽不灵，那就怪不得本将了。乱箭射死！放开我！黑云龙有胆子跟本汗单独一战？黑云龙，你就是个懦夫！君过归，林丹恩！还单打独斗，当本将是3岁小孩吗？你都这个样子了，本将打赢了胜之不武，打输了又成全了你的声名，输赢对本将都不利。本将为何要成全你呢？什么懦夫不懦夫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本将只知道你们察哈尔完了，我大明胜了。从今以后，这方圆数百里的草原尽归大明，这就足够了。若非陛下要留你，本将直接让你万箭穿心。你也不用指望过河的残军了，逃走的那部分，迎接他们的将是全军覆没的下场。黑民道，你亲自看守，处理伤口，别让他自杀了。等打扫完战场，随大军返回归化城。是。王勇、程俊、钱大雄，你10人各率500骑间隔10里，搜寻周边方圆100里，遇见察哈尔逃离的军士，杀无赦。是。黑总兵，现在我们怎么办？要不要过河追击逃走的那部分人？不用，对面是3边总督洪承畴负责的，以他在黄河两岸的布置，相信他自有安排。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朱总兵，此战过后，河套平原将重新纳入大明的疆土范围。是啊，失去近100年了，这宝地终究是回来了。从此陕西边境就不再承受套怒犯边之苦了。洪总督，若是察哈尔残部没有按照我们的预计的路线斜穿鄂尔多斯草原，由大草滩进入西宁，而是停留在鄂尔多斯草原与萨囊联手，我们怎么办？不联手则罢了，若是联手了就一起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有打残了他们才会老实。陛下说得对，我们这代人不打，下代人、下下代人也要打。传令，4镇小股出击，袭扰鄂尔多斯。总兵大人，察哈尔和我军战损统计完了。念。此战察哈尔直接战死18000余人，2处雷场和掌心雷偷袭直接死亡3000人，伤残5000余人，已经全部补刀，无一活口。落入黄河的无法统计。按照探查的情报，除3、4个部落的首领外，其余首领全部战死。我军呢？阵亡5000余人，伤4000人。传诸将议事。赵帅教，何可刚听令。末将在。给你2人2个时辰的休整和准备，然后率领关宁铁骑和禁军骑兵向北出发，占据大青山西段，等候陛下的旨意。你们只有3天的时间。是。尤世威，你即刻返回，途中截住赶来的步兵，率3万步兵携50辆战车和所有火器朝土莫特部靠拢。末将领命。黑
黑明道，你率领2000精锐押送林丹汗和众部落首领尸体返回归化城。末将领命。陛下，这就是林丹汗。弄醒他。崇祯，小儿，你无。他这是怎么了？回陛下，黑玉龙总兵怕他咬舌自信，将他的牙齿打掉了大部分，说话漏风呢。大明有句老话，听人劝，吃饱饭。朕都给你送了12封劝降信，但凡你听了一句，也不至于这样，何苦呢？来人，将他吊在南门城门楼上，擂鼓巨将。将士们，我们胜利了！自3月3日大军出征至今，半月有余，经历大小数战，追敌数百里，斩杀察哈尔大军8万余人。将士们，我们胜利了！自3月3日大军出征至今，半月有余，经历大小数战，追敌数百里，斩杀察哈尔大军8万余人。林丹汗已经被我们俘获，除他儿子额哲和几位部落首领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我们斩杀。但朕已经布下天罗地网，等待他们的将是死亡。相信不日便有消息传回，我军战死近万人，伤近万，战损8比1。另外，俘获牛羊马等20余万头，现银数10万两，各种皮毛药材等数百车。此战大胜！陛下万岁！明军威武！大胜！我恨。将士们，想要将归化城方圆数百里划入大明的疆土，仅仅是打残了察哈尔还不够，因为北方还有一个土木特部，土摩特部给大明带来了无边的屈辱，破大同，劫掠京师，数万百姓将士死亡，这是大仇！将士们，整军备战，3日后，朕亲率大军征讨土摩特部，复仇！战！都按照既定计划去准备吧，3日后出发。传令赵帅教，尤世威速度向土摩特部靠近。是。陛下，近几日，臣带着斥候探查，斩杀了数10路土摩特的斥候。臣估计此刻的土摩特还不知道察哈尔已经被灭掉的消息。但土摩特部也很奇怪，整军了，却没有要出来的意思。陛下，很明显了，土木特这是准备两不相帮，然后看看能不能浑水摸鱼。既然如此，先打一仗再说。传令大军即刻向土摩特部前进。这一次我们没有雷场了，骑兵也派出去了，需要我们步兵和土摩特骑兵硬碰硬。诸位要做好心理准备。陛下放心，即便没有这些，我大明步兵也依旧是最强的。报，明军有6、7万人正向我方向推进。什么？明军还有6、7万人？这怎么可能？察哈尔有8、9万骑兵，即便是明军有火器，也不可能伤亡这么小啊！察哈尔大军去哪里了？西迁了还是被灭了？行了，现在当务之急是弄清楚明军到底要做什么。善巴，你去一趟明军，看看明军到底要做什么。传令下去，让牧民们沿着大青山向西退去。诸位随本豪朝明军靠拢，都去准备吧。1刻钟后出发。不用去见陛下了，这封信中有你们想要的答案，带回交给卜师图汗。你们也看看吧，混账，欺人太甚，竟然让我们臣服大明，还妄想将我们的骑兵编入他们军中，他们配吗？还要我们每年上贡10万两白银的皮毛、药材，牛羊马群也不属于我们了，简直是强盗！哼，拿我们当什么？他们的佣人？报，明军还在继续前进，距离我军不足15里。傅汗，既然明军敢深入到这里，还敢提这么多要求，我以为明军必然有所依仗，不如先行退去。他们无法在草原停留，等他们退军后，我们再回来。额木部，
大敌当前，动摇军心，想死不成？额木部，身为大汗之子，竟然贪生怕死，本台之提议废除额木部承袭大汗的资格。够了！那就打一场吧。传令大军，准备进攻！撤兵！看到了吧？明军至少1000余门火炮攻击和数门射程较远的火炮，至于还有没有其他异仗，暂时不清楚。察哈尔可能就是没有顶住这种火器的攻击，直接撤退了。别扯没用的，现在怎么办？是继续打还是撤退？报，明军再次逼近。大汗，您决定吧。现在，大汗，西方有大明骑兵，至少有数万之多，皆携带火铳，已经逼近50里之地。我们向西撤去的牧民皆被俘虏。报，西南方向数万步兵携带战车逼近我军50里地。什么？这怎么可能？大明的骑兵怎么会从西方出现？他们从哪里绕过去的？你们说，这数万骑兵会不会是追赶察哈尔的骑兵？察哈尔被他们逼进了阴山山脉中，他们掉头来攻击我们。额木哈，你去一趟明军大营，探一探他们的虚实，也为大军争取一些时间。大明皇帝，我来此是奉父汗之命，与大明和谈。现在想求饶，晚了。大明皇帝，不是求饶，是和谈，谈谈条件。和谈，你们也配？哼，既然你来了，也省得朕再派人去了。来人，将人带上来。额木亥，这个人你认识吧？林丹汗。额木亥，很快你们的下场就和本汗一样了。不对，你不是林丹汗，你到底说，你到底是谁？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大明是怎么做到的？9万大军怎么就全军覆没了？额木呵，额木呵，大汗，你快来看！来人，给他浇桶冷水，让他清醒清醒。父汗，图木特完了，图木特完了呀！闭嘴，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你在明军那里看到了什么？父汗，我在明军那里看到了林丹汗。林丹汗说，我们的下场很快和察哈尔一样。不可能，胡说！你疯了吗？林丹汗这个蠢货，就算是9万头猪，也不可能这么快被消灭。闭嘴！察哈尔已全军覆没，胆敢逃走，全部诛杀。推掉桂化城，炸了红慈寺，他敢！大汗，我们怎么办？是要投降吗？不行，一旦投降，我们就会成为大明的奴隶，这和覆灭有什么区别？大明若是毁掉归化城，毁掉红慈寺，我们连祖上的基业都无法保护，死了还有脸见他们吗？诸位，都散了吧，等探查消息的人回来再做决定。大汗，打探清楚了，
战场上铺满了察哈尔军士的遗体，弹坑遍地，数百步之内几乎见不到一处完好的地面。明军在凶生城、规划城都有数万大军驻扎，逃的机会都没有了。东南有大明数万大军，大青山西部有大明数万骑兵，西南凶城有数万大军。也好，也好，不必再存念想了。大汗，为了土木特的以后，一定要为我们争取。大汗，即便是投降，也要表现出我黄金后裔的尊严，绝对不能低人一等。尊严不能低人一等。本汗将汗位让给你们，你们去谈。大汗说笑了。大汗，汗位乃是3支12部众首领推荐的，岂能随便让？那就闭嘴！复汗！土木特、大明、察哈尔，我黄金虾族竟没落至此罢了，傀儡就傀儡吧。土默特大汗明而至今，卜石兔见过大明天子。放肆！卜石兔，你乃大明亲封的第3代慎义王，见到陛下自当称臣，是不是在草原待久了，礼节都不会了？哼，有意思。卜石图，昨日的书信中写得很清楚，接受则罢了，不接受，朕就直接屠掉你们。陛下若真想屠了土默特部，那本汗今日就不是站在这里，而是已经被一把火烧了。陛下若要谈，那就拿出诚意来。这种威吓的手段对本汗来说没用，对土默特部也没用，大不了一死而已。你要搞明白，朕只是不想，不是不能，这是两码事。大明有能力，但没灭掉我们。本汗猜测有3个原因：第一，大明朝廷不想有伤亡；第二，担心逼急了我们会翻越大青山投入喀尔喀；第三，草原数百万牧民分散各地，灭得干净吗？今天屠了土默特，消息传出去，以后面对蒙古其他诸部，绝对会引起拼死反抗。之所以选土默特而非察哈尔，一是林丹汗性格使然，二是干掉最强的才能震慑其余，三是黄金家族后裔只剩土默特一脉，代管蒙古诸邦名正言顺。本汗说的对吗？卜石兔，你能与素囊争夺汗位胜利，并能统领土默特近20年，果然是聪明的，分析很正确。太祖成祖设乌师藏都司后，依旧采取僧官制度，即便如此，管理面积也不过1%，以暴制暴只能短时镇住，仇恨被刻入骨子里，日后必成大患。朕的设想是找代理人，拉拢分化，彻底将蒙古领土和牧民纳入大明版图，灭了察哈尔。土默特是黄金家族唯一血脉，这是朕留你们至今的缘由。所以，卜石图，你的选择呢？我们可以接受大明的招安，但那些条件我们不能接受。第一，军队绝对不能编入大明的军队中；第二，牛羊马群的问题，如果接受大明的条件，我们和你们奴隶没有区别；第三，超没兵器也不行，我们是游牧民族，即便归顺大明，我们总要打猎。如果有强盗、其他部落攻击我们，没有兵器，我们只能任人宰割。除了这3点，其他都可以谈。卜石图，你能保证保留军队后他们不会造反吗？不能。所以，军队的事情是底线，必须要裁撤。如果这一条谈不好，其他的条件都不用谈了。卜石图，蒙古诸部之所以入侵大明边境，除去你们想恢复先祖荣耀之外，更多的是因为你们缺衣少食，缺少必须的生活用品。你们通过抢劫来满足自己部落所需，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卜石兔，本阁再问你，你们为何会有抢婚、收义婚的习俗？因为你们年年战争，男子战死，部落人口减少，收谢婚，一是照顾女眷，二是为了增加人口，对是不对？对。既然如此，现在归顺大明，你们通过牧养牛马羊群从大明换取生活必需品，有了安定的生活，这不好吗？至于强盗、其他部落的攻击，你们既然归附大明，那就是大明的子民，这些自然由大明去处理。这种情况下，你们要军队和兵器做什么呢？你们问问大明境内的百姓，可以持有兵器吗？行了，朕还是那句话，军队是底线，
其他条件朕可以放宽。你们回去商议一下，给你们1日时间思考。明日午时没有结果，就别怪朕心狠手辣了。你回去吧。鄂尔多斯虽然传承差了些，但依旧拥有大燕汉的血统，也差不多够了。孙爱卿，你说土默特会达成一致意见吗？臣不知。一方土霸主变成了臣子，有人监督束缚着，虽然安定了，但手里无兵总归是不踏实的。但只要开始了，享受到甜头了，就容易多了。陛下，西南10里外有一队百余骑兵靠近，事后探查后说是河西铁骑。河西铁骑，高迎祥，快带回来！臣河西铁骑百户高迎祥参见陛下。免礼。谢过陛下，这是方大人让臣呈给陛下的书信。这就是第一任闯王，陕晋民变36营的首领之一，张献忠和李自成的顶头上司，现在已经混成了百户，能力果然不是盖的。3个最大的不稳定因素都被收入帐下，也算是松了口气。陛下，好，陛下。可是察哈尔残部有了消息。对，方正化果然不负朕之厚望，率领河西铁骑在会宁县截住了林丹汗长子额哲的残部，击杀数千人。额哲和林丹汗的几位福晋也全部被斩杀，只有少数军士逃走。方正化已经在追杀了。陛下高瞻远瞩，臣等不及万一，臣这才明白陛下为何放任察哈尔残部不管。1年多前，方正化就在定西训练骑兵，陛下1年多前就推算到察哈尔残部会经过那里，这份谋略实在是骇人听闻。什么高瞻远瞩？那里只不过刚好适合训练骑兵，兵员又都是本地人。高迎祥，传信千里辛苦了。方正化确实没有辜负朕的期望。陛下，方大人还让臣给陛下带了3件礼物，说是陛下看了一定会很开心。陛下，这尊佛像是林丹汗供奉在察罕浩特城金顶白庙中的金佛。陛下，这尊金佛是忽必烈时用千金所铸，又名大黑天，意义为大黑天神，是蒙元的护国神。铸成后供奉于五台山。林丹汗为了恢复元代正统，请回这尊佛像，实行政教2规，想以此统一蒙古。但现在的蒙古诸部大多信奉黄教，与林丹汗的红教冲突，导致诸部离心，削弱了他的号召力。正所谓成也金佛，败也金佛。孙爱卿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利用这尊金佛做文章？对。现在的蒙古诸部都是元朝后裔，等搞定了土默特后，我们建议做佛寺供奉，再配合一些其他手段，向牧民们宣示大明的仁慈，消除牧民们的戒心，如此就好做多了。好，这个再商讨，先看看剩下的2样东西。陛下，这是象雄佛法大藏经经典，译为汉文就是干尔珠。这套书籍对蒙古诸部来说是至宝的存在。金佛和典籍都是察哈尔积攒数百年的精神根基，如今落入朕手中，若善加利用，便是收复草原民心的一把钥匙。最后一个箱子是什么？臣不知道，方大人特意交代了，其他东西都可以丢掉，但唯独这个小箱子不行。人在箱子在，人死箱子也必须在。这是传国玉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传国玉玺竟在朕手中再现天日。孙爱卿，你来看看，这到底是不是真的传国玉玺？方圆4寸，高3寸6，上纽交5龙虫鸟篆字，金补其角。对的，都对的。恭喜陛下，喜得传国玉玺，我大明国运昌盛，万世永存。恭喜陛下，我大明国运昌盛，万世永存。众爱卿免礼。
陛下，这3样至宝，无论是对劝降土木特部，还是管理诸部的牧民，都能轻松很多。卜识图等人看见这3样东西，绝对会崩溃的。在土木特投降前，朕还要打残鄂尔多斯部，将河套、前套平原一次性全部纳入大明国土。来人，传令黑云龙、洪承超、方正化6方合围，彻底打残鄂尔多斯部。高迎祥，你护送3件至宝，大功一件，朕要重重赏你。即刻起，朕升你为河西铁骑千户，暂时留帐听用。一起护送的军士，5官升1品，军士赏银100两。臣带将士们叩谢陛下天恩。下去吧。陛下，这传国玺臣看不准，但臣以为它就是真的。哈哈哈哈！此刻他必须是真的，土木特敢怀疑吗？如果这是假的，那是打自己祖先的脸。群臣敢反对吗？这可是数万将士浴血之功。皇太极，不知道你听见传国玉玺落入朕的手中，会是什么表情呢？军队我们可以放弃，但至少要留一些亲卫队，咱们个松土。行，明天本汗会带着这份要求去见大明皇帝，同不同意那就不是本汗能决定的了。大汗，你是我们的大汗，你要闭嘴！大汗的位置给你，你来当。今晚或许是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晚上。这份草案放到大明皇帝桌子上的时候，屠杀就会开始。祝各位做个好梦。12个部落，12份条件，各怀心思，各留退路，还能做什么呢？昨日得到3件至宝后，朕对蒙古诸部的管理有了新的想法，你先看看。妙呀，真是妙！这份方案远比太祖对乌什藏的处理更好一些。如果这份方案能彻底实施，几年后蒙古诸部将彻底融入到大明之中，从此蒙汉一家亲，而且以后对贱奴也能适用。贱奴不同，不说要亡种灭族，但绝对不是这种方法。陛下，这份方案中的条件虽然宽松，但朝廷依旧能轻松地拿捏他们。这是臣见过的最为经典的一份统治异族的方案，绝对会流传百世。陛下，卜识图汗来了，想面见陛下。传到中军大帐。陛下，这是我们商讨好的条件，请陛下过目。你们是不是没有搞清楚自身状况？真以为朕不敢屠了你们？你们敢，也有这个实力。与战死相比，失去自由，沦为阶下囚更可怕。既然大明不让步，那就战吧。半个时辰后，本汗若是没有回到大营，那他们就会冲杀，绽放土默特部最后的光辉。拥有军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朕这里有一套新的方案，你可以先看看。汉字能看懂吧？哼。卜识图，朕给你看几样东西。大黑天，象雄佛法大藏经经典，怎么会在这里？传国玉玺。放开我，让我看看是不是真的，让我看一眼就看一眼，求求你们了！大元完了，蒙古诸部完了，先祖！陛下，6路大军昨日围杀鄂尔多斯部，
斩首11000余人，活捉鄂尔多斯大汗萨囊及各贵族20余人，3日后就能押送到大帐。洪总督率6部大军扫荡河套平原，3日内就能将鄂尔多斯部牧民汇聚在一起。知道了，卜师图，你要不要再派人去验证一番？卜师兔，这份方案对你们的宽松至少是前无古人的，这是大明的底线。朕已经灭掉了2个部落，不差你们一个，大不了再选一个代理人。本汗，臣答应了，但这份方案朝廷必须下明诏。朕答应了。你准备怎么说服其他部落首领？同意则罢了，不同意那就换一个首领。我土默特虽然人少，但也不缺一个首领。要不要朕派人帮忙？不用，臣这点手段还是有的。最迟3日后，臣带着签字文书来参拜陛下。陛下，这份方案可有名字？1国2制，既是2种制度，也是2种治理方式。点火！大汗，声音是从大青山内传来的，以我们判断，很可能是火器爆炸的声音。火器！传各部首领前来大帐议事。大汗，苏木尔和扎纳特2人不见了，家眷和亲卫军也都不见了。大汗，我亲自带兵去追回苏木尔、扎纳特2人。不用。大汗，大明天子可是说了，如果有一步逃走，我们都要受连带诛杀的，必须要追回来，向大明天子说明情况。不用，等着吧。刚才的轰隆声应该就是明军和苏木特2部在交战，等结果吧。报，大汗，西边大明骑兵前移，离大营不足5里。报，大汗，西南明军步兵整体拔营前移不足里。大汗，东南明军大军整体前移。大汗，明军有使者前来，预计1刻钟后到达营地前。走。卜师兔，陛下让本将给诸位送一些礼物。苏木尔，扎纳特。苏木尔、扎纳特2名台吉率亲卫翻越大青山，已被斩杀。这些是本将不辞辛苦从山上运下来的，送给你们做礼物。卜师兔，陛下说过，一部逃走，诸部连坐。现在给你们3个选择：一是你们出手斩杀2部贵族；2是增加5成岁币以示惩罚；或者所有和谈作废，直接屠掉你们。额木哈，你带人将2部贵族全绑来，如有反抗，就地斩杀。卜师图，你是土木特的大汗，不是明军的走狗，如此侮辱，你还要斩杀我们的勇士，你枉为土木氏大汗！哼，我不配。除了斩杀他们这一条路，你们是选择增加5成岁税，还是选择被明军围杀？你选择吧，选择哪一个，本汗都同意。本汗愿意增加5成岁税，你们愿意吗？与其说是本汗的选择，不如说是你们逼着本汗做出的选择。他们翻越大青山肯定是投靠卡尔克，这种背叛行为，就算没有大明在，本汗也要砍了他们。额木亥，2刻钟内，本汗要看见他们的人头，快去！遵命。不是本汗要杀你们，要怪就怪你们的台吉抛弃了你们，背叛了土默特。砍了！当着大明使者的面，诸位表个态吧，接不接受大明的和谈方案？接受就签字，不接受就自谋出路，从此与土默特部不再有任何瓜葛。要表态就快点，1刻钟后没结果，本将就走了。哈勒桑图，或许你还可以翻越大山，说不定能逃出去呢。臣土默特第3代顺义王至今卜师兔参见陛下。爱卿请起。陛下，招安的方案什么时间昭告天下？臣想早点开始，免得部落内人心惶惶。招安的方案需要等几天，朕还要做一件事情。
等做完了就立刻昭告天下。捕食兔，大青山最高处是哪里？回陛下，是西部的九峰山，距此160余里，高约300余丈，有小泰山之称。小泰山，当真是天意啊！派人回大同，准备3升5谷，朕要去九峰山祭天，定界碑，累石祭功，以宣示有新的领土纳入大明。都去准备吧。传令赵帅教，即刻派出骑兵斥候，以九峰山为中心，探查方圆100里。传令尤世威，即刻派出5000精锐进入九峰山，扫除可疑人等，开辟一条直达山顶的道路，并布置暗哨。孙应元即刻率本部骑兵进入九峰山北侧，严密监视卡尔卡等部的人。孙传庭，你坐镇此处，统帅大军，此事非同小可，都去准备吧。末将遵令。陛下，大青山由东九峰和西九峰构成。苍茫天地，山河壮阔，此间万里，当属大明。陛下，时辰到了。祭天定界碑，乐石济公，摆3圣5谷，燃焚柴炉，迎神。为神西自朔土来主中国，治安之事。今诸部和领土重归大明，此天命人心所至，非智力所能。夫为神剑上响。礼成安界碑。大明者，虽远必诛；侵我疆土者，虽强必罚。辱我同胞者，虽远必杀。孙爱卿，狼居巽山是在那个方向吧？回陛下，狼居巽山在规划城西北1800余里处。1800里，不算远。将士们，大青山定界碑只是一个开始，朕一定在有生之年，带着尔等封狼之墟，恢复成祖当年的荣光，将狼居胥山纳入大明国土。不仅如此，朕还要单于孤雁，饮马瀚海，乐石燕然，列郡西域，再续封禅泰山。封狼居胥，饮马瀚海。孙爱卿，有3件事情立刻去做，请陛下示下。第一，从狼山开始，到阴山山脉、大青山、蛮汉山等，一直到宣府，全部设立界碑。第二，即刻传信内阁，发布诏书，将大捷累石大青山的消息传遍大明。陛下，第3件事情呢？第3件事情，传各地藩王进京。陛下，以何种理由传诏？朕传诏藩王需要理由吗？朕的底气来自龙井关围杀，来自此次草原大捷。藩王若配合则罢，不配合，朕不介意大清洗。算了，就以参加朕的嫡长子100日礼为理由吧。足矣，臣这就去办。大捷，草原大捷，陛下亲征大捷。带下去好好休息。这可真是天大的好消息！李青兄，到底是什么消息让你如此高兴？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你们也看看，陛下威武，大明威武，明军威武！此战绩，纵观我大明200多年国祚，都是屈指可数。请福王殿下，锦衣卫指挥使李若莲、司礼监掌印来一趟。
是我不信陛下，只是这太离谱了。10万大军一次冲锋就干掉了察哈尔5万人，自身只伤亡近万人，这怎么想都不对劲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嫌我们的将士战死的少了？你真是个……诸位父老乡亲，朝廷取得如此大捷，1个月内我芜湖巨店布匹面料一律8折。诸位，如此大捷当值得庆贺。今日我红云酒楼所有酒水半价，今日我明轩阁也都是半价。陛下亲征草原大捷，夜禁时间延迟至子正时刻，可以狂欢，但不得扰民，违者重罚。奸商一份包能搞完了，卖了3册不上了。你懂个啥？这是手段，你不买，有的是人买。哈哈，1天1个大捷，必须买。